男人做梦都没想到，只是玩个旮旯 game 游戏就被关进了笼子里，身边还有好几个同样被关着的黑人，每个人的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带着数字的牌子，上面标记着每个人的价格，就像是商品一样被展示着。原来男人穿越到了西方中世纪的废土世界，却因没有身份凭证就被当作奴隶抓了起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新到的奴隶不喜欢黑色的，还有来自大洋彼岸神秘国度的奴隶。放了我，我不是奴隶，我是从东方过来的。你给我闭嘴！原本以为你是个紧俏货，打算把你卖给一些有特殊癖好的农场主，谁知道根本没人买你。哎，我怎么会买了你这个赔钱货？姐姐，你看是黄色的。塞拉菲娜女士，玛格丽娜女士，您二位真是越来越美丽了，就像教堂里壁画上的天使。少拍马屁！你什么时候还进口了东方来的外地人？当然是专门为您这样美丽的女士准备的。您看多帅气，有着黑色奴隶不曾有的俊秀，最主要的是没有体味。这个奴隶多少铜币？美丽的玛格丽娜女士，你只需要120铜币就能把这个与众不同的奴隶带回家。嫁！别走，别走，80你就带走。姐姐，你嫁给詹姆斯后，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我需要一个管家。那个南方的太粗鲁，本地的不老实，这个东方的看着最沉稳。哎，奥利弗，35，同意就绑我车上，不同意我马上走。好吧，好吧，谁让您是小镇最美丽的塞拉菲娜女士呢？小姐，她是阿米拉，这是新来的奴隶，带她去洗澡。怎么是个黄色的？对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凡。李凡吗？太绕嘴了，以后你就叫9527。阿米拉，洗完澡给9527换一身干净的衣服，带到我屋子里来。玛格丽娜，你让她进屋子干嘛？姐姐，你马上就要嫁给70多岁的詹姆斯了，作为小镇上最美丽的女人，难道就甘心这样度过余生？可他是一个奴隶呀！奴隶怎么啦？姐姐，你又不是不知道，詹姆斯年轻的时候和多少奴隶有过友好探讨，他行，你为什么不行？你看这个黄色的奴隶，洗完澡长相也是俊秀。玛格丽娜，我这辈子从未为自己活过，就这一次，但必须绝对安全。那么美丽的姐姐，今晚要不要开一瓶红酒庆祝一下？你决定。哈哈。Oh my god！ 没想到一个奴隶收拾干净了，竟然如此的迷人。玛格丽娜，我怎么感觉心中有只猛兽在窜跳？手举高，上床躺下。是。玛格丽娜，我举着枪，你去把他的手脚都绑起来。姐姐，安全了，你来吧，我拿枪看着他。为什么我感觉这么热呢？李凡曾幻想过无数场景，窗台、公园、野外，却从未想过有一天会被人用枪指着。但凡他有一丁点异动，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果然是姐妹，都是玩枪的高手。阿米拉，给他找一个位置好好休息一下。是。跟着阿米拉来到黑人居住地，这冲鼻的体嗅味让李凡直皱眉。以后你就住这儿，和他们一起吃。这饭怎么看都跟泔水没区别吧？哎，虽然看着恶心，可要想活下去，就必须得吃。在这里，我不允许有人比我帅，去给那个小黄人一点教训，让他知道谁才是这里的老大。好的，老大。这是老大萨博，没有他的命令，不准动这里的女人。放心，我不动。在没有得到我的认可前，你没有资格在锅前吃饭。他好像条狗啊！好饿，我不会是第一个被饿死的穿越者吧？都几点了？起来干活！今天你和萨博他们一起摘棉花。我知道了。这些奴隶在摘棉花上似乎有什么特殊的天赋，干活怎么这么快？继续摘，李凡，摘不够斤数，今晚就不要吃饭了。唉。活着可真难啊！李凡，放下手里的活，去一趟小姐那儿。好像也没那么难了。站住！李凡，你去干什么？萨博，你当你是谁？这不是你该问的问题。我警告你，不要仗着好看就打小姐主意。要是让我发现了，有你好看。拜托，是他们打我的主意好不好？唉，我连饭都吃不饱，还要被压榨。玛格丽娜，这样频繁会不会怀孕？我亲爱的姐姐，大气污染日益严重了，别说咱们了，就是贵族想要快点怀孕都难。最后就算怀孕了，那不是说明詹姆斯老当益壮吗？2000 years later， 姐姐，你端着。玛格丽娜，你还没嫁人呢。姐姐，外面越来越不平静了，我可不想死的时候还是一只雏。9527，你还好吗？小姐，我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没事的，我会轻轻的。
姐，9527，他好像死了。哦。英雄莫论出处，奴隶杀出血路。你被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买回了农场，你帮助了姐妹俩，却客死他乡，遗憾落幕。评价：索然无味的一生。本书评分0.2。这是什么？我的总结吗？怎么才0.2分？哎，不过这0.2分又是多少人的一辈子？该评分过低，无法完结，请作者重新书写。当前体字为1，每次死亡赠送5点点数，请加点。我这加什么点？你这只有体质啊！不管了，给我把5点全加体质上。加点成功，人生重启中。男人一睁眼就成了奴隶，为了活下去，他每天都要找人杀自己。而小镇姐妹花则是他最趁手的执行工具，只因他获得了无限归档系统，每复活一次都会获得存档的属性加点。还和上次一样，两姐妹经过讨价还价，将李凡买回了家中。要说不一样的地方也有，就是这两姐妹看李凡的眼神都变了。举起手，走过来。姐姐，她身材真好啊！身材好说明我们捡到宝了。李凡看起来没有黑奴隶身体健硕，但他的身材很有型。亲爱的姐姐，那你还等什么呢？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你是头牛吗？这瓶红酒开得很好，喝了它，这是对你的赏赐。紧接着，在阿米拉的带领下，李凡再一次来到了奴隶们的住处。你这新来的还敢还手？都给我上，让他知道谁才是这里的老大！我叫李凡，以后这里我说的算，我说吃饭才能吃饭，我说睡觉才准睡觉。是，老大。第二天，李凡还是跟上一世一样，跟着黑人奴隶摘棉花。老大，你歇着，我来帮你摘。我们这纯种族天赋。让塞拉菲娜姐妹看到我第一天就不干活，可不是什么好事。不必了，我能干完。玛格丽娜，摘棉花有什么好看的？哎，没想到这个李凡这么能干，第一次摘棉花就远超萨博这些人了。他做事有多卖力，姐姐昨天不是知道了吗？玛格丽娜，你是个女人，不要老是开这种玩笑。姐姐，不要这么严肃嘛，要不再开一瓶红酒？适可而止。要是传出去，我们姐妹不得沦为所有人的笑柄？什么笑柄不笑柄的？姐姐，拜托，现在是末日，风灵堡前不久就被异种攻破，谁又能保证我们雾脊镇能坚持多久？玛格丽娜，这种话以后不要说了，要是传到了伯爵的耳朵里，我们都没什么好下场。不说就不说。算了，再开一瓶红酒吧，下不为例。女人的嘴骗人的鬼。阿米拉，去把李凡喊过来。李凡放下手里的活儿，去一趟小姐那儿。萨博，他好像和小姐关系不一般啊。那又怎么样？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小姐断然不会和一个来自东方的奴隶有太多牵扯，一定是小姐看她干活太快，叫过去奖励一下，可能是一颗葡萄，也可能是一块面包。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被奖励过。哎，我们没这个本事。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真是摘棉花的好手。和上一世一样的剧情，不过上一世是匆匆忙忙，而这一次是游刃有余。下去吧，李凡。是，小姐。姐姐，下一次不要把他绑起来好不好？李凡他看起来不像坏人。玛格丽娜，你要知道，坏人可不会把坏字写在脸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李凡除了采棉花，就是与姐妹俩喝红酒，吃葡萄和面包。然而李凡并没有因为干活卖力就受到特殊对待。姐姐，今天晚上要喝一杯吗？玛格丽娜，你也长大了，不能再这样任性下去了。其实从3年前开始，我们的种植园就入不敷出了，这些年一直在吃父亲留下的老本。塞拉菲娜，大事不好了！妮娜怎么了？慌慌张张的。詹姆斯先生去世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听说詹姆斯今早从楼梯上滚了下来，直接摔死了。玛格丽娜，你待在家里，我现在必须去詹姆斯家。塞拉菲娜，你不能去。詹姆斯的儿子肯特惦记你很久了，他一定会拿那块地要挟你，让你嫁给他。那怎么行？父亲在世的时候定下了你和詹姆斯婚约，现在好不容易詹姆斯那个混蛋死了，为什么你还要嫁给他儿子？玛格丽娜，我再说一遍，这是大人的事情，与你无关。塞拉，你真的准备嫁给肯特吗？我别无选择。如果我无法拿到城郊的土地，用不了几年，我跟玛格丽娜就只能喝西北风了。男人一睁眼就成了奴隶，20岁的女朋友也被逼嫁给70岁的老头。
然而女人却并不在意，只因这是一个末世废土世界，而老头是这个镇上最大的农场主，女人只要嫁过去就能让家人衣食无忧。可是老头却在新婚的前一天突然死了。塞拉菲娜，我那可怜的未过门的母亲。抱歉，肯特先生，知道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就赶来了。没什么好抱歉的，毕竟我的父亲年龄已经大了，能这么无痛苦的死亡，也算是福气了。我只是替塞拉小姐担心，没有我父亲的支持，你们那点存粮，你和你那可爱的妹妹还能坚持多久？肯特，你敢欺负塞拉菲娜，我绝对不会放过你。No， 这不是威胁，只是给塞拉一个善意的提醒罢了。所以塞拉菲娜，你需要新的依靠。肯特，你的心思我清楚，我可以答应你，但你父亲租给我的那块地，租约要再延长20年。20年，加上你与我父亲的婚约租来的20年，就是40年了。塞拉，你的胃口有点太大了吧？肯特，没有人能保证未来10年、20年会是什么样子的。你能保证那块地可以种40年吗？塞拉菲娜，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只想让你的妹妹以后有保障，那么为什么不让玛格丽娜也嫁给我呢？肯特，你在做梦，我是不会让妹妹嫁给你这个混蛋的。好了好了，开个玩笑罢了。塞拉菲娜，你成功的说服了我，40年就40年，不过我要你明天就嫁给我。肯特，你父亲才刚死的。那又怎么样？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让你知道该怎么顺从我了。好，明天带着地契来我家，签完合约我就嫁给你。没问题，我最亲爱的魏王人母亲大人。李凡，你说姐姐为什么非要嫁给肯特那个混蛋？大小姐可能有她自己的道理吧。你看到我哭，难道不应该安慰安慰我吗？二小姐，我想我现在说什么你都是听不下去的。哼，我命令你现在安慰我。二小姐，大小姐都是为了你好。我不听，我不听。李凡，我能信任你吗？当然能。我想让你帮我。这娘们儿不会让我刺杀肯特吧？我想让你帮我杀了肯特。果然吧。可是这个时候我若是退缩了，玛格丽娜一定会失望。可以。好样的，你的态度我收到了，但我没那么傻。肯特死了，我们姐妹也完了。不过现在我知道可以信任你了，回家吧。第二天，肯特带着一群人来到了塞拉菲奈家。亲爱的塞拉菲娜女士，请和我前往教堂完成婚礼。肯特，地契带来了吗？当然。你们家什么时候请了一个东方人做管家？哼，要你管。今天这么多人在，正好给我们做个见证。姐姐，你没事吧？没事，可能是早上没吃饭的原因。不会是怀了吧？姐姐，到底怎么了？要不要去请医生？不用，扶我去休息一会儿就好了。都别走，正好艾玛是医生，让他给你看看。塞拉菲娜，我帮你看看吧。我没事，休息下就好了，老毛病了。怎么感觉塞拉菲娜女士好像是怀孕了？天啊，那她岂不是给老詹姆斯戴了帽子？我简直不敢相信，塞拉菲娜那么纯洁的女士竟然会做出这种事。你怀孕了，塞拉菲娜，你需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没有。那你敢让艾玛看一下吗？塞拉菲娜女士，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好。完了完了，事到如今只能赌没有中了，否则就死定了。塞拉菲娜女士，你怀孕了。塞拉菲娜，你竟然敢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要天天折腾你，我要你跟我求饶。肯特，你给我闭嘴！我们还没有结婚呢。已经签了合同，你就是我的私人物品。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谁？没谁，一场意外而已。肯特，这里没有规定签了合同就一定要和你结婚，所以现在塞拉菲娜就算怀孕了，也和你没有关系。妮娜，我劝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肯特，你是在威胁我吗？不要忘了我父亲是谁，守卫军团的团长，伯爵大人的心腹。那又如何？我肯特在雾脊镇还没怕过谁，你父亲是第一个。那什么，塞拉菲娜，既然已经没有结婚的可能了，那咱们就讲讲赔偿吧。你要多少赔偿？塞拉菲娜，是你毁约在先，我需要你赔偿我10万铜币的精神损失费。肯特，你在做梦。塞拉菲娜，不要给脸不要脸，你别忘了是你有错在先。是我的错，我愿意交给你处置，但是你要放过我妹妹。姐姐，不要啊！放过你妹妹可以，但是你要让我知道你怀的是谁的孩子。我靠，是冲我来的。我说了，我也不认识，是一场意外。你以为我傻吗？来人，把他家的奴隶都给我抓过来！我不信他们的嘴也这么硬。
是，肯特大人。然而根本不需要严刑拷打，对李凡有意见的萨博直接就将李凡供了出来。原来是你这个杂碎，给我把他抓起来，我要他后悔来到这个世界上。小小奴隶竟敢对农场主动手！9527，肯特死了吗？死了，你杀了他。那就好。你被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买回了农场，引发一小波高潮，此举提升了评分。你杀死了肯特，解决了两姐妹的麻烦，此举提升了评分。你的所作所为感动了两姐妹，此举提升了评分。你还有很多事没有做，遗憾落幕。评价还算可口的一生。章节评价2.3，本书评分1.7。果然，只要有所作为，就能提升评分。自由点数5，额外自由点数1，请加点。全都加在体质上。您的体质迎来了质的飞跃，体型更健硕，外表更健朗。解锁魅力，当前魅力2。这玩意儿有啥用啊？给点别的好不好？比如速度、耐力、爆发力之类的。奥利弗，你这外地的奴隶倒是不错。妮娜女士，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剧情怎么和上一次不一样了？这次要是妮娜买走了我，岂不是所有剧情都将重新开始？男人觉醒死亡回荡能力，本想靠着熟知的剧情为所发育他，谁知这次回荡直接翻车。原本该救他出铁笼的姐妹花没来，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冷着脸的陌生小姐。尊敬的妮娜女士，她可是来自神秘的东方，长得好，身体也健壮。当然，价格会稍微贵那么一点儿。多少铜币？妮娜女士只需要500，您就能得到一个忠心又得力的帮手。妮娜，你怎么会在这里？路过这里，看到一个不错的外地人，准备买回去。玛格丽娜一看到李凡就心生欢喜。姐姐，我也想买这个外地人，他看着比咱家那些呆头呆脑的强多了。玛格丽娜，这人是妮娜先看上的。没事的，塞拉，既然玛格丽娜喜欢，那我就让给她了。妮娜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笼中沉默的李凡，转身走向自己的马车。什么让不让的？你又没付钱。玛格丽娜，你已经长大了，不能再任性了。妮娜的父亲可是守卫军的团长，伯爵眼前的红人。今天是我在场，他给我几分薄面，否则绝对没你好果子吃。我不管，我就要买它。最终李凡和上次一样，被姐妹俩带回了农场。姐，咱们再开瓶红酒好不好？玛格丽娜，你一定要做错事，绝不能怀上奴隶的孩子，否则你这辈子都别想翻身。姐姐，那你开红酒的时候怎么不做错事呢？我怎么知道他会？而且当时那情况，哪来得及？骗人！你明明有机会停下的，可你没有。玛格丽娜，好啦，姐姐，我不逗你了。在接下来1个月的时间，李凡被叫进房间的频率明显要比上一世更多了。魅力属性加点，可真是一个好东西。如果没有什么大的变故的话，塞拉菲娜还会嫁给肯特。好在姐妹俩这次做了措施，但也很难保证不会怀孕。妮娜的出现已经证明剧情开始发生偏差，我要更加小心才行，至少多活一段时间，保证评分不断提高，解锁更多属性。李凡，姐姐今天去找妮娜了，你跟我来，这次我不绑着你。好的，二小姐。玛格丽娜，你是不是背着我去找李凡了？姐姐，不要那么小气嘛，李凡又不是坏人，坏人又不会把坏字写在脸上。姐姐，李凡真的不一样，再不一样，他也是个奴隶。姐姐，你怎么了？我没事。不，怎么会这样？我可能怀孕了。该死的，一定是第一次就……玛格丽娜，这件事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我知道，可是姐姐，接下来该怎么办？现在是废土时期，怀孕极难，根本没有医生敢给你做那种手术。不要慌，只要不被人发现就好。若是詹姆斯能接盘，或许还是一件好事。啊，他都70多了，那么大岁数能行吗？唉，实在不行，只能找肯特了。他一直对我有那种心思。什么？那个混蛋！若是詹姆斯来接盘，肯特大可能会因为分家产，容不下这个孩子。但若是肯特接盘，至少能保证他不会亲自对孩子下手。或许为了名声和稳住我，还能分到一些资源。不行，姐姐，你怎么能让肯特那个混蛋得手？玛格丽娜，这是当前最好的办法了。即使没有这个孩子，詹姆斯死后，肯特掌权，
我的日子也不会好过。或许这是上帝的眷顾。塞拉菲娜，大事不好了，詹姆斯去世了。我知道詹姆斯和你有婚约，别担心，我回去就让父亲出面，务必让肯特承认婚约作废。你们不用怕他。妮娜，谢谢你特意来告诉我，但是詹姆斯死了，我必须去一趟。姐姐，我和你一起去。塞拉菲娜，我那可怜的为过我们的母亲，你来的可真及时。肯特先生，请节哀。得知消息，我们第一时间赶来了。没什么好哀的，毕竟我的父亲年龄已经大了，能这么无痛苦的死亡，也算是福气了。我只是替塞拉小姐担心，你打算怎么办？要为我父亲守寡吗？肯特，你给我放尊重些。既然你父亲死了，和我姐姐的婚约自然也就取消了。玛格丽娜，我的小天真，你好像忘了，你父亲以婚约为担保，从我父亲手里借走了5000铜币。那又怎么样？取消婚约可以，但债总是要还的吧？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没钱啊？那好办啊，让你姐姐嫁过来就好了。你做梦！玛格丽娜，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这件事你们没有选择，要么还钱，要么嫁人。肯特，这不是件小事，请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当然，我亲爱的未亡人母亲大人，我等待你的回复。姐姐，你不能嫁给肯特，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不，你不知道，你要是知道，就该当着所有人的面拒绝肯特。肯特不是那个老眼昏花的詹姆斯，他只要碰了你，立刻就能发现你怀了孕，月份对不上，他会杀了你的。我知道，但我还能怎么办？5000铜币，我们砸锅卖铁也凑不齐。姐，我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我们可以把李凡喊过来，然后对外就说他玷污了你，这样一来，肯特自然就不会再要你了。至于5000铜币，短时间内也不会有人忍心向一个受害者避债吧？可是没有成交的那块地，姐姐，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那块地？到底是地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玛格丽娜，你长大了，这次我听你的。阿米拉，把李凡喊过来。每次重生，我的体力都能加5。当我用暴涨的力量一拳解决了逼婚的恶霸后，却发现姐妹俩的枪口默默对准了我的后背。躺在床上，老实点儿。二小姐，我知道你们要干什么，我也知道大小姐怀孕了，我有更好的办法，比杀掉我更靠谱。你知道我姐姐怀孕啦？我不但知道大小姐怀孕了，也知道你们想要把孩子当成肯特的种，但一切都因为詹姆斯突然死亡打乱了，也知道你们要杀了我，博取大家同情。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从小听力就好，这些不该听的也听到了一些。你们的这个办法确实可行，但死的那个人不一定非得是我。什么意思啊？你们其实可以选萨博或者其他人。为什么？因为将来肯特若继续逼迫，只有我能帮助你们。对，姐姐，我们确实需要一个人帮我们。我记得东方有一句话，希望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当然，萨博临阵倒戈，背叛了我，就选萨博。玛格丽娜，你去把萨博叫上来。等一下，为了更逼真一点，咱们做戏要做全套。你的意思是？为了让肯特幸福，必须有医生的证明，证明你身上出现了抗争带来的伤害。姐姐，我下手有分寸，让我来吧。二小姐，有些伤您无法代劳，必须是施暴者留下的痕迹才符合逻辑。如果大小姐信我，可以由我来，我会尽量控制，只留下表面伤痕。就你来吧，我已经没有退路了。对不起了，大小姐。我怎么有点心跳加速了？萨博，你到床上躺下。好事终于轮到我了，二小姐，不要因为我是浇花就怜惜我，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李凡，怎么是你？按照说好的计划，开始行动吧。都怪我，要不是我带走李凡，留姐姐一个人，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谁干的？竟然敢动我的女人！是一个叫萨博的奴隶。你不会特意演给我看吧？肯特，你说这话还是人吗？女人会拿自己的清白去诬陷别人吗？塞拉菲娜如今这个样子，你说她要是故意的，是为了什么？是啊，如果是故意的，是为了什么呢？就为了不嫁给我，这不现实啊！我长得不比这奴隶强多了。最后医生也证实了塞拉菲娜遭到了很大的伤害，肯特这才离开。坚强些，塞拉菲娜，这不是你的错。妮娜，谢谢你的好意，但我现在想一个人静静。好的，如果有需要，就叫人去找我。塞拉菲娜的事在雾脊镇刮起了一阵风暴，但没过几天就已经没有人关注这件事了。如今城外一种猖獗，守卫军团死伤惨重，整座城笼罩在阴影之中。姐姐，伯爵颁布紧急征召令，所有农场主必须上交1名优质奴隶，补充战力空缺。如果交不上去，农场主要罚款2000铜币。我们家恐怕也只有李凡符合要求了。唉，我去和李凡说。李凡，
你安心去吧，我会帮你把孩子养大的。李凡，伯爵让我们交出优质的奴隶前往守卫军团，如果交不出优质的奴隶，就要罚款2000铜币，我们也没办法。知道了。这分明是让你去送死，你不恨我吗？小姐，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伯爵的错。城若破了，所有人都得死。如果我想摆脱奴隶的身份，参加守卫军团可能是唯一的路，而且能为小姐解忧是我的荣幸。去陪陪大小姐吧，她挺着肚子需要你。李凡，谢谢你，以后你住我房间，在你离开前的这段时间，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很快便到了前往军团的日子。这段时间，李凡和姐妹俩同吃同住，尤其是玛格丽娜，每天都对李凡加倍的好，更是对东方这种神秘的力量每天震撼数次。路上小心。谢谢小姐们这段时间的照顾，有缘再见。姐姐，你舍得吗？有什么舍不得的？李凡本来就是奴隶，你真是无情。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李凡能在守卫军团里摆脱奴隶的身份，但我告诉你，这基本不可能，他大概率会死在随便一场战役中。对于一个从没有接触外面世界的李凡来说，一切都很新奇。他认真记下所有的东西，很快就问不断通了。你的名字？李凡。你学习很快啊，你真的是奴隶吗？以前不会是哪家的大少爷吧？以前的事情不记得了。都说神秘的东方人脑袋聪明，看来确实如此，你很优秀。李凡，表现确实不错，但奴隶终究是奴隶，去到了废土世界，最先死的就是你们这些奴隶。中士大人，我是玛格丽娜的未婚夫。李凡，你作为塞拉菲娜家的奴隶，竟然没有保护好她，你不觉得你很无能吗？对不起，是我没保护好她。对不起有用的话，要治安官做什么？你的道歉去和撒旦讲去吧。我被姐妹花扔进了军团死地，他们让我用这具凡胎肉体去抵抗一种獠牙。为了活下去，我每天都榨干自己，日夜苦训。可比怪物先来的，竟是他未婚夫刺我的刀。你竟然敢躲开！丹尼尔中士，我是塞拉菲娜的奴隶，不是你的奴隶。竟敢对上级军官不敬，今日我非要好好的教训你不可。都给我住手！丹尼尔中士，你难道忘记了军团内禁止私斗？上士，他侮辱我，如果不教训他，我就没脸留在军团。丹尼尔，你真当我什么都没看见吗？李凡，给丹尼尔道歉，这事到此为止。对不起，丹尼尔中士。希望你去了废土世界还可以活着回来。我叫克罗德，是塞拉菲娜让我关照你的。李凡没想到塞拉菲娜竟然为他这个奴隶去托关系，显然这是疯狂的。多谢上士大人。接下来几天的训练越发辛苦，时常有奴隶体力不支而死的。终于，在李凡来到了军团的第7天，他们接到了出城的命令。李凡随着军团踏出小镇，走向废土。他回头看去，雾脊镇竟然被一种神奇的光笼罩。那是教堂的圣光，像我们这种小城的圣光只能过滤部分污染物，而大城市的圣光可以阻隔所有污染物，还能杀死异种。这圣光是怎么来的？谁知道呢？反正所有人都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圣光消失的那天，就是人类灭亡的时候。队伍在死寂中前行，沿途可见各种异变的生物遗骸，长出4只的蛇，潜藏在沙丘阴影中的双头怪蝎，依稀保留人形却生着狼头的骨骸。费利克斯大人，这些就是异种吗？这些只能算是灾变后的异变体，对人类没有太大恶意。真正的异种是毁天灭地的，咱们得快点赶路，夜宿外面很危险。接下来队伍的行进偶尔会遇到变异体的袭击，但都被轻松解决。很快一座城镇出现在眼前，不过和雾脊镇相比，这里无疑要荒凉许多。前军待命，原地休整。大家今晚在此过夜。费利克斯被命令驻守在一条名为横七路的街道上，夜风涌动时给李凡一种不安的感觉。今晚小心点，据我观察，今晚要死不少人。为什么？这种不知道任务内容的任务最危险了，反正见到危险跑就行了。往哪儿跑？当然是往雾脊镇跑了。你们的奴籍又不在身上，谁会管你们？可这样不算逃兵吗？逃兵？别闹了，你们算兵吗？你们本来就是出来吸引火力的炮灰，往哪儿跑不是吸引火力？好像一点毛病都没有。可是我们真的能跑掉吗？你是白痴吗？不用你跑最快，只要别跑最慢就行。不能往镇中心跑吗？你找死！他们允许你们逃跑吸引火力，但不允许靠近任务目标。你要是敢靠近，会一枪崩了你。赶紧睡吧，保存好体力，晚上还要跑呢。所有人都被留在了小镇的外围，只有部分核心人员进入了里面。显然，任务的目标在那里。夜深了，残破的建筑物仿佛触手怪般在黑暗中挣扎扭曲，所有人都蜷缩在角落熟睡了。老子就知道没这么简单。长官，这是什么？老子怎么知道？什么也别管了。好，菲利克斯，带着你的人向黑暗发起进攻。去你妈的！
快跑啊！异变体来了！越来越多的奴隶开始向外跑去，黑暗中数不清的变异体将冲出去的奴隶瞬间撕裂。然而异变体们就是不肯踏进圣光笼罩的范围1步。能让变异体彻底远离一个区域的，只有类似雾脊阵的光幕力量。那道光柱可能是更强大的圣光，所以不跑就不会死。李凡站在原地没动，他不明白，既然异变体不能进入小镇，为什么还要下令让人进攻？这也太小瞧我们了吧！紧接着教堂内就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一直持续了1个多小时才停下来。李凡也不知道谁赢了，一直到天亮也没有人从教堂内出来。光柱并未消失，反而从拇指粗细缓缓扩散到手臂般粗壮，那些变异体早已退去。李凡，你还活着？费利克斯大人，你怎么回来了？我在城镇内看到光柱没消失就回来了。光柱还会消失吗？当然了，咱们这趟秘密任务8成就是夺取圣元。如果圣元被那帮厉害的家伙成功取走，这光早就该熄了。只是为什么圣元还在？李凡赶紧把昨晚的事情跟费利克斯说了一遍。看来他们失败了，那岂不是说圣元要落到我们手里？李凡，快跟我进去看看。李凡，只要把圣元带回去，咱们就发达了。别费力了，那些光剑和光盾都需要绝境武士才能使用，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根本用不了。什么是绝境武士？据说是体内有元力的人，他们天生就能抵抗污染，非常健康。李凡，这次回去我请你 happy 去，到时给你介绍2个白人姑娘。等2人回到雾脊镇，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尤其是塞拉菲娜跟玛格丽娜，直接穿过人群抱住了李凡。我就知道你能安全回来。不远处的丹尼尔脸都绿了。之前他听到过一些传闻，但他不相信玛格丽娜会选择一个奴隶而放弃自己这个杰出的小镇青年，而事实正在啪啪抽他的脸。费利克斯，我代表所有的子民感谢你的贡献。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骑士了。谢谢您，子爵大人。而李凡作为奴隶，则只获得了500积分和10个铜币的奖励。李凡，跟我们一起去花街，让你 happy 一下。费利克斯带个奴隶干什么？瞧你说的，李凡也是护送圣元的战士。哟，这不是丹尼尔吗？我们要去花街，你可是常客，给我们推荐个够劲的。老子弄死你！丹尼尔根本没理会费利克斯，直接对着李凡出拳，却被李凡轻易闪过。丹尼尔，你给我住手！费利克斯，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让开，我要教训这个狗奴隶。他是我的人，我不准你动他。费利克斯，实在抱歉，丹尼尔他喝多了。狗东西，早晚弄死你！你有的麻烦了，丹尼尔的性格睚眦必报，你最好找玛格丽娜说情。走，去放松一下。托马斯，咱们俩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了？我的怒气还没发泄出来呢，拉我做什么？丹尼尔，费利克斯现在是骑士，当众动手，吃亏的是你。我有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可以弄死李凡，但代价是牺牲玛格丽娜，你会同意吗？你到底要干什么？玛格丽娜应该不会嫁给你了。你也看到他们今天的亲密程度，搞不好塞拉菲娜肚子里的孩子都是李凡的。这个狗东西，所以咱们不如把这对狗男女都处理掉，只要搞定了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就没有人会为他一个奴隶出头。我想到时候李凡会让我们任意摆布的。你有什么计划？还记得那个机械畸变毁灭者吗？他马上要被报废处理了，只要我们重新启动他，让他帮忙杀掉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就没有人会怀疑到我们头上。走，2人当即前往处理厂，这里是重度污染区，基本不会有人来。而机械畸变毁灭者此时已经送到了传送带上，过不了多久他就会被毁灭。你们停手！丹尼尔和托马斯上前拦住黑人奴隶，奴隶还以为有了新的指示，结果下一秒，我们可以把你放出去，但需要你前往斯特拉顿街3号，处理掉一对名叫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的姐妹。我从被污染的废土带回了圣元，本以为能和白人姐妹好好团聚，却不曾想男人见女友与我太过亲密，竟然勾结异变体，意图残害女友一家。快跑！畸变毁灭者冲进来了！快去通知守卫军团，我们挡不住他！然而李凡却发现了机械畸变毁灭者前进的方向竟然是姐妹俩的庄园。反正尼玛的能重开，放弃自己的女人和孩子是怎么回事？你疯了，往这边跑才能活命！滚开！我的女人和孩子需要我。姐姐，我们会没事的，对不对？别怕，不会有事的。你不是说要和李凡生个孩子吗？他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的。李凡，救我啊！当李凡回到农场时，机械畸变毁灭者正从窗户飞了出来。他心里一凉，已经知道结果了，全部退后。机械畸变毁灭者在见到3级绝境武士伊凡后，直接射出3枚小型导弹，
剧烈的爆炸几乎摧毁了整个农场，而伊凡左手的光盾帮他挡住了爆炸。他趁机一跃而起，精准地落在机械怪物的背部，高举光剑，一剑贯穿机械畸变毁灭者的外壳，爆了他的核心。这就是绝境武士吗？这是你的家吗？是。如果死的人是对你至关重要的人，我只能告诉你，这不是一场意外。这个机械畸变毁灭者是我最后处理的，他的能源所剩无几，不可能出现在这儿，是有人激活了他，并引导至此。谢谢，我知道了，祝你好运。李凡与幸存的奴隶合力将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葬在了农场花园里，随后将家里找到的铜币都分给了众人。我知道你们无法摆脱奴籍，即使离开这里，也会成为其他人的奴隶，但希望这些钱能让你们过得好一些。李凡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亲自了结了丹尼尔，为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报仇。李凡，你的主人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已经死了，伤心吗？伤心。可我怎么看不出来？他们对你那么好，你怎么连滴眼泪都没有？丹尼尔中士，我害怕您一怒之下杀了我，我不敢哭。这可和之前的你不太一样，怎么靠山倒了，骨头也软了？人会变的，丹尼尔中士。费利克斯，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不，丹尼尔，你误会了，我不是管闲事的。费利克斯，你们不是好朋友吗？朋友，一个奴隶还真以为能和骑士交朋友，多么好笑的事情啊！哟，这不是李凡吗？听说你那2位美丽的主人死了，我真替他们难过。对不起，我为之前的行为道歉，我当时太急了，所以冒犯了骑士大人。你以为我是为了这事？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那位早死的父亲可是攒了不少家底，都给我交出来了。我没有拿任何钱。放屁！你第一个抵达的现场，你会不动心？真的，我就是一个奴隶，怎么敢动主人的钱？不过我倒是看到了阿米拉那些人偷偷摸摸的藏了些东西。哼，最好别让我知道你在骗我。果然，在末日下，没一个人靠得住。你知道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是怎么死的吗？是机械畸变毁灭者失控杀死的。他们死得可惨了，轰！一下就什么都没了，是我让他失控的，这一点你还不知道吧？我不知道，这主意可是托马斯出的。我们俩现在都在这儿，只要杀掉我们，你就能为你的主子报仇了。来啊！丹尼尔，不要玩火，狗急了还咬人呐！李凡目光扫过周围白人士兵的配枪，心里开始计算：怕什么？一条丧家之犬而已，杀了他太便宜了，我要一点点玩死他。只是这人总让我感觉后背发凉。你看看他这个样子，托马斯，你竟然在害怕一个奴隶？小心点，总不会有错。好戏才刚刚开始呢。就是现在！丹尼尔，给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报了仇，评分估计会上升很多。你利用计谋帮塞拉菲娜解决了怀孕的麻烦，此举提升了评分。你成功为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报了仇，此举提升了评分。但你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女人和孩子，遗憾落幕。本次人生评价津津有味的一生，章节评价2.9，本书评分1.9，该评分无法完结，请作者重新书写。李凡属性结算：体质12，魅力2，自由点数5，额外自由点数2，请加点。全梭哈加在体质上，加点成功，当前体质19。等李凡睁开眼，又一次回到了笼子里，这一次的体质已经有19点，他甚至能隐约看到笼罩在雾脊镇上方的圣光。因为外形魅力没变，接下来的剧情和第3世如出一辙，只是这一次李凡在屋子待的时间更晚了。再开一瓶红酒，续杯。姐姐，你好好休息，剩下的交给我。然而这一次，玛格丽娜却并没有让阿米拉将李凡带走，反而将他带到了另一个房间。这次我不帮你，不过你最好老实一点，我可不是好惹的。这一世，我对玛格丽娜的吸引力已经达到了这个程度吗？当晚，李凡留了一整夜，结果不出意料的被塞拉菲娜发现了。玛格丽娜，你怎么敢的？姐姐，你听我狡辩，不是，你听我解释。玛格丽娜，我是不是太纵容你了？反正已经发生了，你说怎么办吧？李凡，你出去。是，小姐。玛格丽娜，你若真喜欢他，姐姐不会拦着你。我担心的是你私自带他回房间，万一他起了歹心。好啦，姐姐，以后我注意就是了。以后记得做好安全措施。李凡的体质非同一般，在这废土上，怀孕是件稀罕事，尤其是怀上一个健康过头的孩子，对我们而言可能是灾难。萨博，你看，这个是昨天来的奴隶，昨天被小姐叫过去后，一整夜都没回来，难道？别瞎想，房间那么多，一个奴隶怎么可能和小姐住在一起？可能是小姐安排了很多工作，她干了一整晚。姐姐，咱们吃坏肚子了吗？怎么吐成这样？不，
我们可能怀孕了。姐，咱们俩同时怀上孩子，这要是传出去怎么办啊？别怕，我有办法。让李凡没想到的是，塞拉菲娜的办法竟然是两姐妹都嫁给詹姆斯，只是后面又和上一世一样，詹姆斯死后，肯特来接手，最终又是萨博承担了一切，起起伏伏的生活，一晃就是3个月，又到了伯爵要求农场主交出奴隶的时间了。姐姐，怎么办啊？我不想让李凡去送死，我不想让孩子一出生就没了爸爸。家里挤一挤，还能凑2000铜币，我们交罚款。不行，塞拉菲娜，这些钱还要用作孩子出生后的费用，不能浪费在这里。我愿意去军团。那也不能让你去守卫军团送死啊！李凡，进了守卫军团，没有人能活着回来，我们不能让你离开，否则孩子怎么办？这是我改变奴籍的唯一机会，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给你们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好吧，我去找妮娜，让她找找关系，至少不让你被欺负才行。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李凡严格控制好每一个步骤，最终有惊无险地到达了复兴镇。费利克斯，带着你的人向黑暗发起进攻！去你妹的！这一次，李凡淡定地站在那，看着费利克斯逃跑，看着神秘5人组闯入教堂，看着费利克斯第2天按剧本准时出现。李凡按照上一次的说辞，将费利克斯领进了教堂。圣元，真的是圣元！李凡，咱们发达了。李凡，为什么？这一世的功劳和圣元，我打算独吞。李凡在无数目光注视下，走到子爵面前，单膝跪地，双手奉上那散发着微光的金属盒。子爵大人，我带回了圣元。太好了，你叫什么名字？李凡，是塞拉菲娜小姐的奴隶。有意思，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回来了？回子爵大人，昨天晚上我们驻扎复兴镇，不知道为什么就暴乱起来了。我正在上厕所，一堵墙倒下来砸晕了我。等我醒来的时候，人都死了。然后我便挑了一些能带回来的东西，回到了这里。你倒是好运，你虽然是奴隶，但是带回来至关重要的圣元。从今天起，去除你的奴籍，并赏钱3万，授予男爵身份。男爵身份，上一世费利克斯只获得了2万铜币和骑士身份，为什么到我就提升了一个档次？怎么不说话？你难道不满意？不是太惊喜了，谢子爵大人恩赐。你很不错，城南有个庄园空出来了，便赐予你吧。城里还有很多未婚嫁的好姑娘，你可有福了。男爵大人，要不要来我家里坐一坐？男爵大人中午有空吗？我可以给你做一顿丰盛的大餐。滚！你们离他远点，他是我的。玛格丽娜，你以为李凡还是你们家的奴隶呢？他现在可是男爵大人。可不是吗？谁会要一个肚子里怀着奴隶孩子的女人？是美丽的塞拉菲娜女士和玛格丽娜女士的收留，给了我第2次生命。如今成为男爵，我李凡更应该回报他们。我将迎娶2位漂亮的女士，并成为他们肚子里孩子的父亲。丹尼尔，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肚里的孩子不会是那个奴隶的吧？他竟然选给奴隶，也不选你。这2个贱人竟敢如此羞辱我，我要杀了他！冷静，丹尼尔，李凡现在是男爵，你如果动他，你也完了。不过我有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快说，我已经等不及了。你们先回家，锁好门窗，等我。我得去军团处理一些事情。李凡摆脱奴籍成为男爵的消息早就传到了军团里，哪怕没见过他的人也能认出来，毕竟军团里就他一个黄色的人。男爵大人，我接到消息，军中有人要用机械畸变毁灭者制造混乱，随我去处理。在废土世界，能让人活下来的不是水和食物，而是一个叫圣元的光幕，因为它可以净化污染，抵御变异。所以当我带回了圣元，直接就从奴隶升为男爵。就连上死的未婚妻也对我倾心，可是庆功酒还没来得及喝，我全家就遭到了异变体的突袭。我需要你前往斯特拉顿街3号，击杀一对名叫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的姐妹，以及一个叫李凡的男人。丹尼尔，你为了一己私欲，竟然要启动机械畸变毁灭者，你好大的胆子！李凡，不是我，是托马斯，都是他教唆我的，饶过我，我错了。你认错，不是知道你错了，而是知道你要死了。现在威胁消除了，这一世先安稳苟着，看看有没有什么变故，在图谋之后的事情。很快，李凡便跟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举行了婚礼。来的宾客除了姐妹俩的熟人之外，还有爱德华子爵。这是给你的，里面有2000铜币。我记得男爵不是1个月可领取1700的铜币吗？那是明面上的，你每天可以领取2000铜币。我们有自己的铸币厂，成了男爵，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子爵大人，以后无论您有什么吩咐，李凡定为大人上刀山下火海。这倒不必，上刀山下火海让别人去干就好了。走到我们这个位置，剩下的就是享受了。这是李凡第一次体会到权势的力量，哪怕是农场主也需要忧心棉花的产量好不好，而一旦得到了爵位，钱只是个数字。这哪里是末日，分明就是天堂啊！
玛格丽娜和塞拉菲娜为李凡生了一对儿女，起名李01、李02。小镇的圣光越来越弱，2年后，因为圣光无法笼罩雾脊镇，进行了一次调整，直接让1/3的人口无家可归，沦为奴隶。3年后，整个小镇都危在旦夕。男爵大人，伯爵召集您开会。知道了，我这就过去。最近外面传言，伯爵大人已经打算舍弃雾脊镇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难道咱们要搬去其他地方了吗？我舍不得这里。别担心，一切有我呢。李凡不是第一次开会，但今天显然不同，3位子爵、7位男爵全都到场了。爱德华大人，到底出了什么事？需要伯爵大人亲自开会？我们可能要搬离雾脊镇了。爱德华大人，雾脊镇是咱们的立足之地，要是离开了这里，我们可就要看人家的脸色了。爱德华大人，5年前咱们不是得到新的圣元了吗？爱德华大人，难道没有别的圣元了吗？不行，我们再去抢他几个回来。大家应该清楚，以咱们雾脊镇的实力，能得到1块圣元，已经是天大的幸事了。再去抢夺1块，谈何容易？唉，雾脊镇到了极限了，该离开了。那我们到了其他镇子，还能是男爵吗？别做梦了，人家愿意接收我们便不错了。任何一个城镇的权贵数量都是固定的，能过去当一个农场主已经很不错了。没想到神秘的伯爵竟然也是东方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叫大家过来吗？我们的镇子已经到了极限，最多还能撑2年，圣光就会消失。你们做好搬迁的准备。伯爵大人，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你要是能找到一个圣元，或许可以。你们现在有3个选择：金斯兰堡、莱茵维克小镇、黑石镇。我已经和3个小镇的伯爵沟通过了，2年的时间内，你们随时都可以过去。你们可以在户籍里面添加5个人的名字。伯爵大人，5个是不是少了点？剩下的自己想办法，我只能帮你们申请5个。李凡，你跟我过来。是，伯爵大人。你从哪个国家来的？我是穿越者，根本不知道现在东方是个什么情况。伯爵大人，我在运输的过程中磕到了脑袋，记忆出了点问题，可惜了。这个给你。金斯兰堡有一个叫温妮的贵族，帮我捎封信给她，她是我的好姐妹，你去的话可以找她，生活上或许能过得顺利点。伯爵大人准备去哪个城镇？卡松镇。伯爵大人不跟我们一起吗？我们伯爵有评分，对于雾脊镇的管理，我算是失败了，评分不合格，去卡松镇接着管理。希望这次能坚持时间长一点，评分便能高一点。合格以后会怎么样？合格以后就可以前往更大的城市管理了，一点点爬上去，直到前往圣城，唯一一个没有被污染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生活无忧，不用承受外界的种种，也可以让下一代活在蓝天之下。愿伯爵大人早日梦想成真。李凡，伯爵大人跟你说他要去哪了吗？可供选择的城镇只有3个，有爵位这几人一定会结拜上路，路上很有可能就有人为了户籍对其他人下手，必须给自己多一份保障。伯爵大人说他要去金斯兰堡，让我先去金斯兰堡等他。这样啊，我们一起可好？爱德华大人也要前往金斯兰堡吗？没错，我爱德华自然要跟随伯爵大人。金斯兰堡距离此处较远，我们兄弟一起已有个照应。好是好，不过就凭我们貌似也无法横穿废土吧？我早就想好了，咱们只需要下个任务，让守卫军团的人前往金斯兰堡，我们也跟着，不就好了？你的意思是守卫军团护送我们？可他们到了金斯兰堡后该怎么办？哪还能管这些？李凡，现在可不是仁慈的时候，是争分夺秒的关键时刻。我再联系2个人，咱们一起出发，有个照应。你先回去准备吧。回到家里，李凡将事情和塞拉菲娜、玛格丽娜说了，2人都没有离开过雾脊镇，显然是有点害怕，更多的是安稳生活被打破的恐惧感。妮娜怎么办？她帮过我们很多，我们真的要一声不吭的离开？我有点过意不去。妮娜的父亲不知道这件事吧？不知道。妮娜的父亲是守卫军团的团长，我们告诉妮娜，就相当告诉妮娜的父亲。他要是知道我们调用军团是为了逃难，谁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来？带他走吧，你去找妮娜和她的父亲，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他，说我们可以带走妮娜，让她的父亲把最精锐的部队分给我们。可是户籍不是只有5个人吗？让妮娜以奴籍入城，然后我们买下她。好，我这就去通知妮娜。一晃7天过去，在妮娜父亲的安排下，李凡一行人被最精锐的军团士兵护送着，有惊无险地向着金斯兰堡出发。而此刻废土已经入夜，只有强大的异能者或者绝境武士才能行走夜路，普通人必须进入城镇避难。爱德华子爵，你们看这橡木镇比雾脊镇还繁荣，金斯兰堡也不见得有这里好，我们不如留在这里吧。我们有金斯兰堡的户籍，可没有橡木镇的户籍，留在这里做什么？奴隶吗？我们可以给钱啊，
咱们可是带来了3车的铜币，还不能买个农场主当吗？去了金丝蓝堡，最多不也就是个农场主吗？哼，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铸币厂，根本不缺钱。而且橡木镇不是伯爵大人给我们选择的落脚点，你留在这儿就是违反了伯爵大人的意思，不妥。镇子都没了，老子还要听他的？你们有没有想跟我一起留在这儿的？凯伦说的没错，我们都已经离开雾脊镇了，为什么还要听从他的安排？你们俩给我坐下。爱德华，你还以为自己是子爵呢？在这里，咱们都是一样的身份。你们太嚣张了，我一定要在伯爵面前告状。沃尔特，我受够这家伙的鸟气了，他以为自己还是雾脊镇的子爵呢。不如咱俩把他俩收拾了，顺便把户籍一分，到时候塞拉菲娜、玛格丽娜，咱俩1人1个。我早就垂涎这姐妹俩了，竟然跟了一个黄皮人，简直就是白人的耻辱。爱德华大人，都是凯伦的主意，饶了我吧。随后，李凡在沃尔特和凯伦的身上摸出了户籍，与爱德华平分了。李凡，我们不会是敌人的，对吗？当然，爱德华子爵，我们永远是最好的朋友。几天后，李凡和爱德华一行人终于赶到了金丝蓝堡。只是当众人一进城，除了拥有户籍的人，其他的全部被抓了起来。大人，这是我们带来的私人财产。私人财产，一个户籍只被允许留下1000铜币，其他的全部充公。我抗议，你们这是剥削。爱德华，算了，能活下来再说。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接受一个失去城镇却拥有爵位的人？还不是因为咱们会带来大量的财产和奴隶？可恶，我一定要找伯爵大人告状。对了，怎么不见伯爵大人？我也不知道。你说会不会伯爵大人把我们耍了？不会，伯爵大人一定是因为一些事情耽误了。而接下来让爱德华更崩溃的事情发生了。爱德华家人口实在多，他还要花费额外的铜币打入了奴籍的老婆们买回来，结果刚到手的1万铜币就花了大半，而他也成为最普通的小镇居民了，要靠着工作来养家糊口。好在是李凡反杀了沃尔特和凯伦，每家能分到2套房子。妮娜，旁边那一套房子是你的了。塞拉菲娜，你是不要我了吗？我想和你们一起，不想一个人。怎么会呢？2个房子都不大，晚上孩子还要去你那儿住呢。我们不会分开的。我们分不开的，孩子必须去你那住，要不然我和姐姐都没有私密空间了。贫嘴。到达金丝蓝堡后，李凡第一时间却没有拿信去找温妮，反而是找了一份工作。他不认为西利亚这封信会起到多大的作用，既然成了最普通的小镇居民，总要想办法活下去。然而爱德华就难了，父子俩一天挣的钱没有李凡1个人多，还要养一大家子人，平常全靠李凡的接济，要不然吃饭都困难。而塞拉菲娜姐妹跟妮娜也都适应了普通人的生活，找了份不算很累的工作。今天咱们买点牛肉，炖点牛肉汤喝吧。好啊，来到这里好久没吃牛肉了。想吃牛肉还不简单，陪我们哥几个，牛肉随便你们吃。妮娜，咱们回家，不买了。这几人在金丝兰堡镇都是有名的小混混，早就盯上了新来的塞拉菲娜和妮娜。旁边有认识他们的人，赶紧跑去找李凡。李凡，塞拉菲娜和妮娜被坏人盯上了。巴伦德，抄家伙，哪来的不长眼的东西，敢欺负我兄弟媳妇？小娘们，跑什么？我们又不会吃了你们。就是你们几个欺负我媳妇儿。你就是他的先生吗？从今天开始，这2位美丽女士的先生是我们了。这算是李凡来到金丝蓝堡的第一道考验。末日城镇下底层人就是要比谁更狠、更凶。小子，你摊上事了，你摊上大事了。你知道我们是谁吗？等着吧，我们不会放过你的。老虎不发威，你拿我当 Hello Kitty 啊？我等着。李凡，我打听过，这些人属于金丝蓝堡的一个黑帮，势力不小，你要小心。我既然敢站在这儿，就不怕他们什么狗屁黑帮。阿斯蒂加子爵，伯爵的贵客也敢招惹，简直是活得不耐烦了。卫兵把他们逐出城去。阿斯蒂加子爵，我不知道他们是伯爵的贵客，饶我这一次。伯爵大人在等你，和我走一趟吧。伯爵要见我，是温妮伯爵吗？难道金丝蓝堡还有别的伯爵？抱歉，我来金丝蓝堡时间不长，并不知道。西利亚说过温妮是他的好友，会照顾我。可是我还没把那封信交上去，温妮伯爵就找上门来了。怎么看都不对劲。子爵大人，能否容我先送家人回去？你想让伯爵大人等你吗？李凡，你去吧，我帮你把塞拉菲娜他们送回去。为什么来金丝蓝堡？雾脊镇已经不适合居住了。适不适合居住了，还是你放弃了？抛弃自己的镇子，抛弃自己的臣民，你有什么脸活在这里？这娘们是不是有病？你们金丝蓝堡要毁灭了，难道你不跑吗？唉，子爵大人教训的是。哼，果然和西利亚一个德行。西利亚，您认识伯爵大人？那个人也配称伯爵？10年前就该把他吊死在城墙上。我不清楚您和西利亚大人的恩怨，如果引起你的不满，我向你赔罪。你倒是圆滑，听说西利亚给了你一封推荐信，进城后为什么没拿出来？
我跟您一样，也不耻西利亚的为人，不愿受他的恩惠。哼，希望你真是这么想的，而不是嘴上说说。当然，你在干什么？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小镇，我要和过去一刀两断，重新做人。你是蠢货吗？那是送给温妮伯爵的信，谁让你踩了？子爵大人，不是你让我不要嘴上说说。真是一头蠢猪！快把地上的信捡起来。是，看来是阿斯蒂家不喜欢西利亚，温妮并不是，否则这封信就是催命符了。你记住，如果伯爵大人问起来，子爵大人请放心，这不过是我不小心掉在地上的。你以为这样就能讨好我了吗？西利亚的走狗永远改不了摇尾乞怜的本性。哼，走了。伯爵大人，人带到了。你就是西利亚信里提到的李凡。我是李凡，参见温妮伯爵大人。西利亚交给你的信呢？在这里。来的路上不小心掉在……是阿斯蒂家吧？属下失职，再有下次，滚出城去。他给你信的时候说了什么？西利亚大人说伯爵大人会照顾我。那知道信里的内容吗？不知道。读。致我最亲爱的姐妹，你不是一直想要找一个健康的男人吗？我给你送来了，他的血液样本可能是我们研究抵抗污染的关键。看完了吧？所以你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吗？知道了。当初还天真的以为两个人都是相同肤色才对我这么好，果然末日之下全是买卖。走过来，让我好好看看。胸膛滚烫，心脏跳动有力，确实如西利亚所说，非常健康。我找了10个城镇都没有遇见过像你这样身体健康的男人。非常好，西利亚送一份大礼。伯爵大人喜欢就好。你不害怕吗？我出身卑贱，能有这个荣幸已经是万幸。我喜欢识时务的男人。回去吧，阿斯蒂家会安排一切。以后你3天来我这里一次。谢伯爵大人。我告诉你，伯爵大人只是想要血液样本，不要以为他看上你了。我明白。你记住，采集样本时你只需配合，一切由伯爵大人操作。这个阿斯蒂家不会喜欢温妮吧？阿斯蒂家比较厌恶西利亚，也就是说，西利亚和温妮。明天会给你一个农场主的身份，你的家人也跟着受益。只要血液样本研究成功，你会晋升为男爵。又苟活了1天，而且看样子接下来还能多活一阵子。这一次的评分肯定是低不了了。接下来的日子，李凡每天除了锻炼，就是吃最好的食物，而阿斯蒂家每天都会来监督他吃完。但让阿斯蒂家有些不爽的是，李凡天天都在锻炼腰部。你锻炼腰干什么？难道你忘记我和你说过的话？你只需要躺着就好。我这是在保持最佳状态。李凡的身材本来就健硕，再加上2天的刻苦训练和上等食物的辅助，线条呈现完美的倒三角。就连阿斯蒂家也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确实有让伯爵抽取血液样本的资格。今天第3天了，准备一下吧，伯爵大人要见你。看得出来，你最近吃得不错。是的，多亏了伯爵大人给送的食物，让我充满了力量。来吧，让我看看能不能从你的血液样本里提取出抵抗污染的抗体。2000 years later， 伯爵大人怎么样了？他好不好，你不知道吗？你怎么能说出这么无耻的话？我是问你，伯爵大人提取出抵抗污染的抗体了吗？这又不是过家家，怎么会立马知道？最起码他应该有一些进度吧。他在提取我的血液样本的时候，反应的确很强烈，所以很大几率能够成功吗？这个不好说，这只是第1次采样，还需要多次采样和长期观察才能确定。能不能成功，还得看伯爵自己。什么叫看伯爵自己？找你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提取出抵抗污染的抗体，成不成功，当然要看你。反正能给他的，我都给他了。什么意思？能不能成，我也不知道。你最好不要偷懒，你要知道，你的一切都是伯爵给的。他没有偷懒。伯爵怎么样？他的力量比想象中还要强。那能提取出抗体吗？果然是个小孩子，哪有这么快？这个给你。这是什么？这是深海火龙鱼变异体的鱼子，很珍贵的，可以增加体能。我也是花了好大的价钱才买回来了，对身体的好处也很多。多谢伯爵大人。有点甜，但没啥感觉，就和鱼子酱一样。可恶，这么好的东西就这么一口吞了。效果会在3天后显现，到时候的你绝对不一般。你回去吧，这期间保持好身体，3天后再来。明白。从今天开始，强身健体的食材翻3倍，每3天再翻1倍，直到伯爵提取抗体成功。这些食材可是价值千金，有些还是从圣城直接运过来的。希望你能对得起伯爵对你的期望。我保证会尽力的。回到农场，李凡继续锻炼，闲暇的时候也会陪着妻女们农场散步，感受着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幸福。而李01、李02又开始了吵架的日常，不断找父母告状。经历了这么多后，3人很高兴孩子们还能天真无邪的成长。转眼便是3天后，温妮早早等在房间里，这次她明显更期待提取抵抗污染的抗体了。当李凡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伯爵大人，赏赏什么？赏李凡男爵的位置。伯爵大人提取出抵抗污染的抗体了吗？终于不用看到李凡进进出出伯爵府了。没有那么快。那为什么赏他？因为他为提取抗体付出了很多，很辛苦。谢伯爵大人。3天后再来。随着3天又3天，3天又3天，转眼就过去了3个月。温妮始终没办法将李凡提供的血液样本与培养的污染源稳定结合。伯爵大人还是没有成功吗？会不会是鱼子效果不够？要不再买一些？和鱼子没关系，是人的问题。李凡，3个月了，我还没有用你的血液样本提取抗体成功，我想你的脑袋也没有必要留着了。我就知道是你故意不让伯爵成功，伯爵大人下令处死他吧。喂，我是不是故意的？伯爵大人最清楚，更何况才3个月，不急嘛。而且也不一定是我的问题啊。我有办法能测出是谁的问题。什么办法？阿斯蒂加，你来替我提取李凡的血液样本，如果提取抗体成功，那就能证明你没问题。伯爵大人，李凡已经帮助他的夫人植入了抗污染的抗体，再让他的妻子帮着植入1次不就行了？伯爵大人，我的夫人没有子爵大人专业，还是让子爵大人帮我提取抗体吧。李凡，你就不要找借口了，你就是临死前想拉我做垫背的，别做梦了。李凡，你的命都要保不住了，还笑得出来？剑是用来杀人的，不是来唬人的。我不会和你计较，不过临死之人的疯狂罢了。伯爵大人，你应该知道，在废土世界能够怀孕有多难得，像我这样拥有健康、能抵抗污染的身体更是难得。你什么意思？这一次我不会再任伯爵大人摆布，如何提取抗体，你要听我的，这方面我更有话语权。有道理。后面我会掌握主导权，希望伯爵大人能够按照我的步骤来。这话是李凡特意说给阿斯蒂加听的，他要让这个高傲的子爵知道，他与伯爵大人的合作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阿斯蒂加一想到这，内心充满了不甘与嫉妒。男爵大人，您辛苦了，一切都是为了伯爵大人，不辛苦。伯爵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食物，已经送去您家了。看来今天伯爵大人很开心。阿斯蒂加，从今天起攻守一行了。回去替我谢谢伯爵大人，有时间我会再去探望他。转眼就过去了2个月，在这段时间里，玛格丽娜与伯爵都有了身孕。恭喜伯爵大人得偿所愿。恭喜伯爵大人。你不恭喜一下我吗？男爵大人，恭喜。伯爵大人没怀孕之前，你叫我男爵大人，我不挑你理。现在伯爵能够怀孕，你应该叫我什么？子爵大人，恭喜你。这小子他不傻嘿。你做得很好，这个功劳我不会忘记的。伯爵大人言重了，这是我的荣幸。时间不早了，我先回了，家里还有一个孕妇需要照顾。去吧，有什么需要就和阿斯蒂加说，他都能满足你。那就麻烦了。阿斯蒂加几乎要窒息，他输了，输得彻底。这个男人不但让他丢尽颜面，也收获了伯爵大人的重视。他欺负你，我都看见了。伯爵大人，让你见笑了。你能在我面前卸下伪装，就代表我是你最亲近的人，不是吗？伯爵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想要问。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我只是把它当做提供抗体的工具罢了。你才是我最信任的挚友。伯爵大人，那我们除掉他吧，以免他在外面胡言乱语。李凡是个聪明人，他不会的。况且这么一个健康的人，可不能浪费了。伯爵大人的意思是，我与他之间只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罢了。我明白了，他不过是个随时丢弃的棋子而已。你明白就好。时间一晃就是几个月后，这天李凡一家被温妮伯爵叫到了教堂里。今天有圣城的紫衣夫教到来，可以给我们的孩子赐福。参见副教。兜帽下看不到脸，但能感觉到紫衣副教正在扫视着众人，这种目光让李凡感觉到不舒服。我今天只是路过，察觉到伯爵怀有身孕，特意来祝贺赐福。感觉小家伙赐福后更活泼了，总感觉这个赐福有些不对劲，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副教大人赐福，小家伙能得到最好的保佑。这里不止一个健康的孩子。是啊，这2个也是李凡的孩子。是啊，都是我的孩子。赐福你们。谢谢副教大人。 3个孩子都健康，你也更应该虔诚向主，谨记副教教诲。时间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塞拉菲娜3人都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李凡原以为一切似乎都往好的方向发展时，却突然发现了不对劲。被赐福的3个孩子都拥有着不属于这个年龄段的沉稳。你说担心孩子问题吗？这是副教祝福的效果，天生早慧。就是觉得3个孩子太早慧了，有点吓人。这是好事呀，他们异于常人。李凡知道自己劝说不了他们，因为教堂在他们心中已经神圣到了无法撼动的地步。接下来3年，温妮又生下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取名李06、李07。他们可不像李03那样早慧，反而调皮得很，经常闹得家里鸡飞狗跳。
第5年，那位副教又来了，说要带被赐福的3个孩子前往圣城。温妮、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都认为是好事，而且李03、李04、李05表现很平静，没有不舍，主动表示跟着副教离开。这个事件绝对和评分有关，下一世一定要避免这个情况。一转眼，李凡这一世已经活了22年了，笼罩在金丝蓝堡上的圣光也暗淡了许多。今天叫大家来，是想说金丝蓝堡到了极限，西畔镇、月溪镇、星轨镇，3个你们自己选择吧。又是经典的3选1，还记得刚来金丝蓝堡时被人一顿嘲讽，结果到头来不还是要弃镇而逃吗？各自安好吧。看来临走前还需要找温妮打听点消息，你们回家收拾东西，我去找一趟温妮伯爵。温妮伯爵，子爵大人，有事吗？任何东西吃多了总会腻。温妮自从生完女儿李07后，与李凡的关系变冷淡了，更是不允许李凡见李06、李07，也养成了2个孩子与他疏远的事实。我找伯爵大人有点事。李凡，3条路已经给你选好了，就像当年你选择离开雾脊镇一样，伯爵大人能做的都做了，不要得寸进尺。我只是想问一下，温妮伯爵要去哪儿？安全吗？怎么，是想让母亲带着你吗？李凡，你这种普通人是没资格跟着母亲的。不是，我记得西利亚大人说过，只要管理一个城镇达到了合格线，就能前往圣城。我希望你们的母亲如果去了圣城，能替我看看另外3个孩子。抱歉，我无法前往圣城，不能替你看孩子。难道以金丝蓝堡的成绩都不算合格吗？那你怎么办？还像西利亚一样重新去选择一个城市吗？我也没有办法，只能听从教会的安排。如果有机会，我一定替你去圣城看望孩子们。谢谢你。温妮突然有那么一瞬间的冲动，想要带上李凡，但理智让她放弃了。李凡已经老了，没有作用了。都收拾收拾吧，我们也要走了。这个李凡的目的绝不单纯，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隐患。伯爵大人，我落下了一些东西，您先走。温妮猜到了他的意图，去。等李凡回到家，众人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就等着李凡一起出发了。父亲，我们走吧。走吧。子爵大人，伯爵大人让我给你带句话。这娘们挺记仇啊，还恨着我呢。子爵大人，伯爵大人让我给你带句话。等我一下。不用等我了，照顾好你母亲和姨妈。父亲，不要声张，现在开始，你就是这个家里的顶梁柱了。是。你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吧？并没有。告诉我，你到底在做什么打算？打算？你在说什么？你找伯爵大人的目的不简单吧？别告诉我你舍不得伯爵大人。我当然舍不得伯爵大人，她是我的女人。李凡，以你的性格来讲，若是事实不存在，你也会顺着我说下去。现在你否认，反而坐实了我的说法。你到底在打伯爵大人什么主意？阿斯蒂加，我承认你很聪明，但现在我只是个普通人，能有什么打算？你越是不承认，越是有猫腻。可笑，你不过是想找个理由杀我罢了。你不说也要死。你已经有了取死之道，下一次我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第1章雾脊镇，你被塞拉菲娜和玛格丽娜买回了农场后，一大波高潮剧情来袭，此举提升了评分，评价高能不断的一升。章节评价8.9。第1章雾脊镇完结，重生点将在下一章节。太好了，竟然帮我存档了。若是一直在雾脊镇重生，所有剧情还要重新走一遍。第2章金丝蓝堡，你帮助温妮完成了心愿，此举提升了评分。你的付出得到了妻子和孩子的认可，此举提升了评分。评价微微可惜。章节评价5.5，本书评分3.2，该评分无法完结，请作者重新书写，请加点。全部加体质上。当前体质50。您的体质迎来了质的飞跃，外形更完美，外表更帅气，爆发力、耐力显著提升，魅力增加5点，解锁原力。体内诞生原力，你拥有初步抵抗感染和减少衰老的能力。因为你的原力，李01、李02从出生时便异于常人。重新来过，李凡没有做出特别的改变，还是按照上一世的剧情来，只是这一次他要让李04、李05提前出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被副教祝福。我们再要个孩子吧。这不太好吧？现在我们的收入怕是养不起4个孩子。我想要孩子。不用担心，交给我就好。接下来的日子，李凡通过自己的努力，希望让这个家庭增添新的成员。他相信这一次一定会有所不同。转眼便到了有人要欺负塞拉菲娜和妮娜这一天。米凡，塞拉菲娜和妮娜被坏人盯上了。巴伦德，抄家伙，不长眼的东西又来欺负我兄弟媳妇了。我为啥要说又？杀人了！
敢得罪伯爵的贵客，死了也活该，把尸体扔出城外。曾经我也是一个子爵，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在夕阳下的奔跑，那是我逝去的青春啊！李凡，你跟我前往伯爵府。是。你拥有元力，是绝境武士，为何隐瞒不报？我只想低调生活。低调生活？你当我是傻子？绝境武士在任何一个城镇都是上宾，你是想低调，还是在预谋了什么？看来是因为觉醒了元力，引起阿斯蒂家的警觉了。说，西利亚派你来，到底是为了什么？西利亚大人给了我一封信，让我找伯爵大人，说可以保我荣华富贵。你还是没有说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想这里会有的，你要看吗？哼。你就是西利亚信里提到的李凡？我是李凡，参见伯爵大人。还是个绝境武士，为何没有第一时间来找我？是因为我拆开了那封信，知道了信里的内容。所以你知道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还请伯爵大人恕罪。如今的世道，我不得不防。可我没想到，信的内容竟然是……那你为何不来见我？怕我是一个老妖婆？不是的，伯爵大人，我已有妻子和一双儿女，我想靠自己双手养活他们。好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你倒是坦诚，但坏就坏在你太健康了，只有你的血液样本能提取抵抗污染的抗体。伯爵大人想要抗体的话，我有些建议，需要伯爵大人为我提供足够多的高能量食物，只有让我达到最佳状态，提取出的抗体才会越好。只要能提供抗体，别说食材了，你会有享有不尽的荣华富贵。我不敢奢望荣华富贵，只想带着家人安稳生活，请伯爵大人成全。没想到一个绝境武士竟有如此老实的品质。好吧，我答应你，只要能提取的抗体能让我满意的话，我都答应你。请伯爵大人放心，我定尽力而为。阿斯蒂加，带他下去，赐他男爵。伯爵大人，这会不会太突然了？该死的男人，竟然能让伯爵另眼相待。这个李凡如此健康的体质，正是我需要的。恭喜啊，李凡男爵！接下来的3天，你会得到日常供给以及伯爵大人特供的食物。没办法，天生丽质，我能怎么办呢？我也很苦恼。哼，伯爵大人只是想要你的抗体而已，你还以为攀上高枝了吗？别不知死活！而且一个绝境武士，不是因为战力，而是因为体质让伯爵大人满意，你不觉得羞愧吗？我这个人是想要安稳的活着，而且我也有自傲的资本。哼，看在伯爵大人的面子上，我不跟你计较。不过希望你不会成为第一个死在金丝蓝堡的绝境武士。大家吃饭吧。我看谁敢！这是伯爵大人给你准备的，不是给你家人准备的。那你去告我吧，顺便告诉伯爵大人，心情不好也会影响一个人的状态。你最好都能吃完。告诉伯爵，这些食物不会被浪费的，我到时会全部还给他。还？你拿什么还？你知道这些东西来自哪里吗？这可是伯爵大人派遣了绝境武士昨夜出去猎杀异变体获得的，你怎么还？当然是用我自己的方式还。哼，希望你能记住自己说的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阿斯蒂加带着几个绝境武士不停地出去猎杀异变体，送到李凡那里，而且每次阿斯蒂加都亲自监督李凡吃完。它的吸收和转化速度怎么可能这么快？在连续进食了7种不同的变异体后，李凡的身体指标终于达到了温妮伯爵的要求。随后，李凡便跟随阿斯蒂加来到温妮面前。又爆了！西利亚送给我的礼物简直无可挑剔，你果然没让我失望。我有信心1个月之内从你体内提取出抗体。 2000 years later， 李凡，你是我见过唯一一个能够抵抗污染的人，惊人的体质就是不一样。这一切还要感谢阿斯蒂加子爵。阿斯蒂加，你还要继续给李凡准备异变体，种类越多越好。为了伯爵大人鞠躬尽瘁。温妮伯爵，我想趁着这个机会跟城里的绝境武士学习一下。为什么？在城里陪着我不好吗？锻炼体魄就是为了更好的陪在你身边。你就会讨我欢心。阿斯蒂加，李凡要和城里的绝境武士练习武技，你去安排一下。是。你不要太得意，在伯爵眼里，你就是他提取抗体的工具而已。你在嫉妒？你找死！哼，一个靠脸上位的小白脸，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几天。绝境武士属于伯爵的特种作战小队，编制很小，金丝蓝堡这样的小镇也就几个人。阿斯蒂加是队长，实力最强。既然伯爵大人允许你过来练习，我们就是一个团队了。坐吧。这个新来的怎么这么眼熟？他叫李凡。我靠，他就是那个小白脸啊！我叫哈德鲁，以后就是一家人了。很高兴认识你，我叫莫妮卡。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库克。首先欢迎新伙伴的加入，其次我重申一下规矩：绝境武士第一原则，服从命令；第二，同为一个小队，要团结；第三，永不背叛，若有违反者，格杀勿论。你有什么想问的，现在可以问。没什么想说的，我对绝境武士一窍不通，只想尽快熟悉，提高战斗技巧，然后为伯爵大人出一份力。
果然是伯爵最欣赏的男人，觉悟很高嘛。既然没什么问题，出发训练。我们的训练方式多分为3大类：爆发、速度、闪避。今天先从爆发开始。李凡，你第一次接触，让莫妮卡帮你，其他几人和我一起对练。我们不用光剑吗？用啊，不过那都是对付变异体才会使用的装备。平时的训练就是爆发、速度、闪避3者结合，这样才能提高应对各种战斗的能力。好吧，咱们开始吧。我赌一瓶烈火酒，这小白脸坚持不了1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李凡每天从清晨开始训练，直到傍晚才结束训练。晚上还要配合温妮提取抗体，不管是战斗能力还是抗体提取程度，都在突飞猛进。恭喜你，李凡，你现在已经成了一名合格的绝境武士。谢谢。各位，53区突然出现了蛇类变异体，这一次具体情况未知，很危险。如果只是为了给李凡进步的话，那么我不建议去冒险。这是伯爵大人的命令。另外，这次李凡跟着我们一起出任务，他的实战经验不足，我们尽量护他周全。今天晚上就出发。为什么晚上出发？不是说晚上很危险吗？哈哈，白天变异体一般都蛰伏起来，他们只有晚上才出来猎食。哦，原来是这样。都回去准备一下，晚上在日落酒馆门口集合。对了，莫妮卡，一会儿你带李凡去库里挑一下装备。是。这光剑有点意思啊。就那样吧。李凡，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守护的人。我成绝境武士的那天，我的目标就是要守护小镇，守护每一个人。你守护的是谁？老婆孩子。我真羡慕你的妻子，不光有这么爱他们的老公，还有2个健康的孩子。你想说什么？我也想提取抵抗污染的抗体。你也想提取抗体？现在温妮还没提取抗体成功，若是再让莫妮卡提取，事情可能就难办了。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我可以等伯爵大人提取成功之后，我再提取。李凡知道自己的体质特殊，但没想到这么吃香。身边多一个莫妮卡这样的绝境武士，似乎不是什么坏事。今晚好好杀变异体吧。准备好的5人在酒馆集合后，便一起离开小镇，前往那53区。一行人一路前行，越过51区，来到了52区。大家休息一下，再前进。这一路虽然没有遇到很难缠的异变体，但是连续战斗还是让众人有些疲惫。52区曾经有11个小镇，人口总计13万左右，现在里面到处都是变异体。城镇里一个圣元都没有了吗？没有了，据说是一只非常可怕的异种毁灭了这里，不过已经被教会消灭了。但异种带来的污染可不会轻易消退，所以52区不再适合诞生圣元，也就沦为了变异体的巢穴。照你这么说，如果没有被污染，是不是圣光消失后还能慢慢恢复？没错，每一个圣元在慢慢熄灭后，都需要几年甚至10几年的恢复。一旦重新恢复活性，就会再次庇护人类。也正是因为如此，圣元也成了各方抢夺的圣物。就是抢走了圣元，过不久该地方还会重新出现圣元。还会重新出现？对呀，反正固定的点总是不定时的刷新圣元，你不去取走，它就会慢慢变大，再熄灭。取走了，过段时间还会有。哦，52区里面有战斗，咱们去看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伤口很整齐，可能是机械变异体造成的。这次麻烦了，一旦遇到教会的人死亡，必须要彻查事件，救治受伤的人员，不然被教会发现，只有死路一条。你们看，那还有个活的。你们是谁？我们是49区金丝蓝堡的队伍。教父，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教廷的人重新出现了，他们来到这里盗走了圣元。教父，我们先送你回去治疗。不要管我，教廷还存活一位白衣教士，他已经去追了，帮他。深入52区去救人，我们就有被变异体包围的可能。教会铁律，见教会成员危而不救，全员连坐，没有选择。出发！随着几人深入，变异体也越来越多，但几人配合默契，才艰难地杀出一条血路。终于看到教会的人和教廷的人。快杀了他！这就是教廷的人，你们看他手里的十字剑。胡说！明明是我抢了这个女人的圣剑，才打败了她。是不是安德鲁神父给你们指的路？确实有神父指路，但他死了，还没来得及告诉我们名字。上帝，请为安德鲁神父指引通往天堂的路。你们教廷的人果然无耻！我们教会的信徒是绝对不会颂唱你们教廷的话术。可恶！你个女人还要演到什么时候？圣元就在此女的手里，快杀了她，抢回来！的确在我手里，但这不是圣元。52区因为被异种污染，所以出现了暗源。教廷想要的就是它。难道没有能证明你们身份的物件吗？要不把我们都捆了吧？只要教会的人出现，自能辨明真伪。
不行，教廷也有援兵，必须立刻离开。既然无法辨别真伪，那都死了才是最好的选择。10个月后会有副教来，你们把这个案源交给他，一定要杀了这个教廷的杂碎。这个可恶的女人，她知道自己跑不了了，这才想出两败俱伤的方法。你们不会相信她的，对不对？他说的对，既然无法辨别真伪，那就全杀了。你疯了吗？你知道杀教会的白衣教士是什么罪名吗？我们没有选择，我想教皇会饶恕我们的。你们真的一点分不清吗？我可是安德鲁神父口中的人。抱歉，女人早已经是强弩之末，自然抵挡不住全盛时期的阿斯蒂家。咱们走吧。解决完52区的事情，阿斯蒂加小队便继续向着53区前进。他们说的教廷是什么？教廷，我们也称它黑暗教廷。这些人不会受到污染的侵袭，在夜晚的废土之上行走，也少有变异体会攻击他们。黑暗中行走还不受攻击，那他们岂不是无所畏惧？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这样，对付他们很棘手，因为他们和人类没有任何差别，原力、异能这些人也都有，唯一无法让他们靠近的就是圣光。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铲除教会吗？教廷的目的就是把所有人污染掉。几人来到53区，发现这里比52区的污染更严重，就连他们的武器光剑的光芒都被压制了几分。根据情报，那条巨蛇就在附近。这里也没有湖泊啊，不是说巨蛇潜藏在水里吗？你们看那片亮光，像不像湖泊？众人随着李凡指的方向望去，那是一片银白金属的反光。仔细看去，地面竟然涌动着，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土里钻来钻去。看来就是这里了。难道它藏在地底吗？异变体不可以常理揣测，你们先后退。阿斯蒂加让众人后退，自己则慢慢靠近。就在这时，地面翻滚得越来越剧烈，时而还能听到巨蛇发出的嘶吼声。机械变异体？不是机械变异体，是混合变异体。没错，混合变异体，它兼具机械和动物的特性。这阿斯蒂加实力果然不凡，竟然一边与巨蛇战斗，还有时间说话。队长小心，这蛇开大了。竟然是金钛合金的身体，难怪这么坚韧。把它带回去研究一下，这可是迄今为止最特殊的变异体。众人将巨蛇分割后，莫妮卡取出了这次的目标。咦，队长，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带回去由伯爵决定。伯爵大人，我们此行出了点意外，在52区遇到了教会的人被袭击。什么人这么大胆，竟然敢袭击教会的人？随即阿斯蒂加将这一趟行程的来龙去脉与温妮讲了一遍。该死，没想到消失这么久的教廷竟然又冒头了。这就是教会拜托我们暂时保存的案源。阿斯蒂加，你做得很对，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绝不能留活口，更不能让教廷的人得到案源。另外，这个是这次的任务的蛇胆，但是此蛇是混合变异体。果然是好东西，竟然拥有蛇胆的清热解毒以及合金的无坚不摧的特性，这简直就是个奇物。要不找人试试？用不着这么麻烦。李凡，你吃掉它。这玩意儿怎么看也不像好吃的样子。但李凡还是吃了下去。蛇胆入口即化，有种甘甜的感觉。随着蛇胆进度，能量迅速散入全身，他能够明显感觉到身体各项机能的提升。又爆了！我现在感觉自己拥有了坚若钢铁般的意志和无坚不摧的力量，随意一击，那便是摧枯拉朽，沧海横流。很好，这个状态，这次提取抗体必定能成功。一晃10个月过去，和上一世一样，3个孩子出生了。而与上一世不一样的是，这一次的孩子都提前了几个月出生。此时紫衣副教还没有到来，这一次3个孩子都异常的健康与调皮。我也想要一个健康的宝宝。因为3女都怀孕了，这10个月的时间，李凡就和莫妮卡相处时间长了不少。可是莫妮卡却一点动静没有。以我50的体质，按说不该如此啊。既然这一世不行，就下一世，只要我不停提升体质，总能成功。别担心，不会太久的。健康的孩子，李凡，你说这个世界还能变好吗？李凡，教会的紫衣副教到了，伯爵大人让你立刻带着李04、李05过去。我马上就去。看来伯爵大人只是希望副教给2个孩子洗礼呢。可我们不是已经在教堂洗礼过了吗？伯爵大人可是忠诚的教徒，要是教皇来了，他还能再让孩子洗礼一次。不知道这次提前生了孩子，能不能避过去紫衣副教的赐礼祝福？当李凡跟塞拉菲娜姐妹带着孩子来到教堂后，紫衣副教瞬间就被2个孩子吸引了。赞美上帝，这几个生命充满了神圣和光明，可惜没能提前来，否则可以让孩子得到上帝的祝福。他们的父亲是谁？这是我们跟李凡的孩子。不可思议，我见过很多的孩子，从未见过如此健康的。李凡，气运眷顾，你的付出必将得到回报。若有幸，我将引领你前往圣城，
听到副教的话，众女全都露出激动的神色，她们都对没有污染的圣城有着无与伦比的向往。现在一旦前往圣城，可能就身不由己了。那地方对我来说还是太神秘了，别到时候连死亡都是奢望。紧接着，温妮将暗源递给了吉拉德，并将52区遇到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此事非同小可，我要尽快报告教皇，就先离开了。最后57区的事儿，尽快去办。知道了，副教大人。阿斯蒂加通知绝境武士开会，橡木镇最近发现了新的地界57区，邀请我们合作去探索。发现？难道之前没有这个区位？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适合人类生存，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56个区位，第57区位是1年前发现的。这事我功劳最大，当初是橡木镇的有个任务很难完成，便来到了咱们金丝蓝堡寻求支援，我跟着去了。也正是因为那一次任务，发现了57区。你的意思，我们正在不断向外探索？是的，我们一直被污染包围，目前掌握在我们手中的区位还有49个。其中3区、13区、15区等7个区再次重度污染，已经无法踏足了。那圣城在哪个区？圣城不在我们57个区里面，是独立于57区的之外的存在，与我们中间隔着重度污染区。那前不久的副教，只有教堂的高级神职人员可以穿过重度污染的地方，其他人都不行。或者拿着圣元也可以，不过比较冒险。圣元在重度污染区域内会加速释放圣光，在此期间不能走出来，只有死路一条。新发现的57区里会有什么？没有人知道，但风险与机遇并存。第一个踏入新区的人能拿走的往往不是东西，而是未来。里面说不定还可能有干净的种子。这怎么听着像游戏手通副本获得奖励？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3天后一起出发57区。一行6人向着57区赶去，只是走到一半，温妮便与众人分道扬镳。我感知到一股异常的污染源在快速移动，我去看一下。咱们在57区汇合，记住，你的首要任务是活着。为什么要特意提醒我？几人白天出发，临近夜晚才来到57区集合点。阿斯蒂加，你们终于到了。克劳德，我们好像并没有迟到。当然，你们还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一些。别碰，57区的变异体情况不明，还是谨慎点好。这变异体怎么出现在屋子里？看起来是混合变异体。这是我们抓来的，我叫卡特。我叫李凡。李凡，你就是温妮的小男朋友。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2队合并，得抓紧时间，今晚争取深入57区。克劳德在前，所有人紧随其后，向着小镇深处赶去。只是走到一半，众人就遇到了变异体大军。他们数量太多了，我们避无可避，我们最好从中间穿插过去。众人都是训练有素的绝境武士，分工明确，组成了阵型，快速向前突进。慢慢已经穿过一大半变异体区。畸变狂兵作战能力非常强，正面对抗很棘手。我拦着他，你们先走。众人将战场留给克劳德，便继续向前突进。眼见要突出重围，只见四周冲出好几只畸变狂兵，各自逃命，前面集合，走。机械异变体虽然数量多，但也没挡住李凡与莫妮卡2人，很快就穿了出去。这个时候谁也顾不得谁，只能以最快的速度逃离。在逃离的路上，2人又遇见了卡特。咱们跟大部队走散了，接下来该怎么办？现在要么朝着污染重的地方走，看看到底有什么；要么朝着污染轻的地方走，总能走出去。你们快看那边！李凡顺着卡特指的方向看去，在前方的黑暗中，模模糊糊中似乎有什么在动。会是什么？会不会是我们的队友？不管怎么说，也要上前看看。哪怕是变异体，也只有1只，凭我们3个也应付得了。是阿斯蒂加。3人来到近前，才发现他伤得很重，身上好几处伤口，全靠意志力撑着才没有昏迷。队长，你怎么样？你们没死就好，咱们先找个安全的房子，我需要休息。2人将阿斯蒂加扶着来到一个屋子里，确定附近没有异变体后，这才放下心来。队长，你的状态好差。还好没有发烧。我们休息一会儿，恢复体力，然后找大家会合。你们快看，是教会的人。几人向窗外看去，果然外面出现了零星的教会成员，正朝着这边而来。不对，关于探索57区的事情已经上报了教会，教会没说要派人来啊。有没有可能是他们临时的主意呢？不可能，若是教会也派人来，应该会通知我们。现在教廷的人非常活跃，若是知晓了57区的消息，他们肯定不会袖手旁观。那现在怎么办？不管他们是不是真的，我们都要装成他们就是真的，以此来放松他们的警惕。要不然，以我们现在的状态，恐怕也逃不掉。走吧，出门迎接。我们在这里。教会的几人听见声音明显一变，显然没想到里面还有人。见过神父，
你们是哪个城镇的人？金丝蓝堡。你受伤了，发生了什么？我们联合4个城镇派遣25名绝境武士探索57区，却因为撤离一间安全屋不及时，被变异体包围，全都被打散了。57区是禁区，你们能活下来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神父大人，阿斯蒂加受伤了，你快治治他吧。住嘴！神父大人来此必然有极其重要的事情，怎么会在我身上浪费药品和元力？可是教会的人员都是舍生取义之辈，遇到信徒怎么会见死不救？请神父大人一定要救救阿斯蒂加。他说的没错，你们都是上帝的信徒，我们不可能见死不救。谢谢克雷神父，连累您消耗了不少元力，您的品德令人佩服。不值一提。神父大人，还请允许我外出探查一番。你们去2个人陪同，若遇到危险，第一时间返回。我和李凡一起，我们是恋人，从不分开。我也可以帮忙。你伤势还没恢复，就留在这里吧。就这样，李凡与莫妮卡跟着修女离开了房子，而阿斯蒂加与卡特跟神父留在了屋子里。3人走了100多米，偶尔遇到零星的变异体都被艾琳修女轻松解决。教廷哪来这么多强者？实力都快赶上阿斯蒂加了，咱们找机会偷袭。你们看前面有火光，我们也遇到过，在前往集合点的路上就出现过火光，过去看看。怎么感觉这光能隔绝身边的污染？看来是一个和圣元有着相同作用的物品。也就是说，拿着火把就可以在污染严重的地方行走吗？是的，看来这就是57区的奖励了，就是不知道这火把有多少根。艾琳修女，不知道你是否知晓，吉拉德副教非常喜欢李凡，还要带他前往圣城。想必有什么特长被副教大人看中了吧？是的，他擅长生孩子。生孩子嘛？给艾琳修女看看。李凡知道凭借他们俩根本不是艾琳的对手，这时候不配合，2人就没机会了。莫妮卡趁着艾琳走神的时机，光剑直接斩向她的脖颈，艾琳迅速横移，同时手中光剑横扫，重创了莫妮卡。李凡，我成功了。莫妮卡，我给你止血。李凡，我好像有点要死了。别胡说，你不会有事的。可恶，竟然被你们这种垃圾偷袭成功了。不过你们谁也跑不了，教廷的人不会放过你们任何一个人的。李凡抱着我，有点冷。我抱着你呢。能和你一起走到这里，我已经很开心了。下辈子我保护你，再给你生一娃。我要10个。我有点担心阿斯蒂加。我去帮他。傻瓜，你不是克雷的对手。我们走。莫妮卡怎么办？他没救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现在就回金丝蓝堡。我答应伯爵大人带你回去。什么时间差不多？对了，伯爵大人怎么没出现？他去了橡木镇。橡木镇？他去那里干什么？阿斯蒂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金丝蓝堡的圣元已经衰减很多了，需要一个新的圣元。伯爵大人打算趁着橡木镇空虚的机会，把他们的圣元抢过来。所以来57区根本就是一个圈套，我们是诱饵。怎么会这样？那橡木镇的人怎么办？我们只能顾自己。李凡，我好难过。有我呢，我还在。对，还有你，我的人生也不算没有意义，可惜不能活着陪你一起离开57区了。他死的并非没有价值，他拯救了金丝蓝堡。快走吧，教廷的人一会儿追来了。那几个火把跟圣元有着同样的能力，这么神奇。快走吧，这里没有停留的必要了。2人有了火把的加持，一路畅通无阻地回到了金丝蓝堡。安全回来就好，没有全队而归，还请伯爵大人责罚。成功得到了橡木镇的圣元，因此折损几个人不算什么，你们俩能回来就好。一切多亏了伯爵大人运筹帷幄。上一世在金丝蓝堡撤离的那一天，温妮身边跟着的绝境武士只有阿斯蒂加，所以莫妮卡等人是死了，还是不愿意跟随温妮了。下一世得保下莫妮卡，然后带着她离开。既然你们都回来了，就和我去教堂融合圣元吧。不愧是温妮大人，此圣元足够为金丝蓝堡续上10几年时间。此圣元与教堂的圣元完全融合后，能更胜以前，那是必然的。在此见证奇迹吧。难道橡木镇的教堂没有神父吗？我知道你要问什么，一句话，教堂不参与小镇的管理，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自行负责。橡木镇的伯爵去了哪里？他也眼睁睁看着圣元被盗。在57区，温妮大人把他约出去了。橡木镇的伯爵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你怎么这么多问题？
这么大的过错都没事吗？你以为想要当上伯爵很简单吗？有什么条件？首先你要是异能者，其次还要通过教会的考核，一旦通过了，想下来都难。成功了，恭喜伯爵大人。圣元融合还有失败一说吗？闭嘴。懂了，没有失败一说。阿斯蒂加果然是一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好下属。恭喜温妮大人，此圣元将更胜以往，金丝蓝堡的辉煌将延续更长时间。一切多亏了教父的助力，这是我的职责。大家都辛苦了，回去吧。走，去酒馆喝一杯，不要忘了我们绝境武士的习惯。还在为莫妮卡的死难过吗？逝者已矣，我会记在心里，为他报仇。莫妮卡知道这一切会欣慰的。阿斯蒂加，你说如果我的一匹马因为另一匹不听话的马死掉了，你说该不该惩罚？那当然要惩罚，对付畜生不能手软。我也是这么想的。喝酒啊，干嘛去？去问问那匹马到底知不知道错。伯爵大人，我有份礼物要送给你。什么东西？2000 years later， 时间一晃3年过去了，温妮又生了2个孩子。因为这一世李凡的超常发挥，他没有被要求远离孩子，而是陪着他们度过了完美的童年。只是这份宁静被吉拉德的再次到来而打破。伯爵大人，不愧是这片区域里最杰出的信徒，光的亮度翻了几倍，看得出来您在尽心经营。一如你所言，我正努力让镇子变得更好。您一直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我这次来是来带走李凡的，他的身体是上帝赐下来最好的礼物。感谢您的恩赐，不过我还有一些困惑，需要副教大人解惑。知无不言。几年前，我们前往了57区探索，途中遇到了教廷的人，我的一位挚爱为了救我而死。我不明白，为什么教廷这样邪恶的存在，到现在还没有灭亡？为什么他们一点不关心人类的未来？除了上帝和教皇，其他人都是有私心的。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就像不久前我们也在57区遇到了教廷成员一样，教会也损失了很多人，我头上的伤也是那时留下的。副教大人，教廷的人是不是还隐藏在57区？我想为我的爱人报仇。他们已经被我们彻底驱逐出去了，如今已经不在57区了。57区从此属于我们了吗？没错，我们已经探索完毕。57区共有37城，也就是会有37枚圣元诞生。一下子多出37城，如果没有那么多异能者怎么办？伴随着城镇的出现，这片区域也会爆发出一批异能者，这是上帝的恩赐。57区，下一世若有机会，那里或许能成为我的根基。感谢上帝的恩赐，我这就跟副教大人前往圣城。李凡在跟家人告别后，便跟着吉拉德前往圣城。他们的目的地是29区，从这里的边界进入，穿梭黑暗就能抵达圣城。跟紧我，要保证你我的火光有交融的地方，否则必定迷失在污染区里。迷失？什么意思？副教大人可否解惑？严重的污染会篡改人的认知，只有我们火光交融，才能保证我们的思想同步。否则看上去我们距离1米，实则千米、万米都有可能。2人同时往前走着，密切注意彼此身上的火光，保持着一部分火光交融在一起。李凡感觉到四周一片寂静，这种寂静比无声还要可怕，不断压迫着人的心智。副教大人，我去圣城能干什么？提取抗体。圣城有很多不一般的女人，她们苦于自己的体质问题，无法抵抗污染，又很难遇到像你这样健康的男子。所以，如果你能让他们提取抗体成功，你会得到嘉奖。我会努力的。没想到竟然遇到异种了，真是太危险了。副教大人，我们不是有火光能护我们周全吗？别傻了，这一种距离我们怕是100里之外，否则刚刚的笑声就让我们灰飞烟灭了。副教大人不是异能者吗？不是说异能者能对抗异种吗？我确实是异能者，但也对付不了刚刚的那头强大异种，怕只有范尼那个级别的强者才能对抗。范尼是谁？他是第一红衣大主教，教皇之下第一人，上帝的宠儿，秩序的维护者，光明的审判者，黑暗的终结者，身负3种强大的异能，可以不依靠任何外物的情况下行走在污染最严重的地方。总之很可怕。名头倒是挺多。2人不知走了多久，终于他们看到了远处的灯火。终于到了，我们过去吧。李凡明白该在此刻结束这一世的旅途了，在没有足够的把握之前，他不准备进入圣城。李凡，你在干什么？抱歉，副教大人，我不能和你继续前行了。你反悔了吗？是，我想现在还不是时候。你觉得你还能走回去吗？没有我，你就会死在里面。不怕。为什么不怕？不怕就是不怕。多谢副教大人一路的照顾，就此告辞。既然如此，保重。李凡原以为吉拉德会跑来抓自己，万万没想到竟然直接走了。随即李凡向着刚才异种的方向走去，想着死前看一看异种的模样。只是没走多久，
果然很健康，虽然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但可以培养。我靠！我说吉拉德怎么走得这么快？原来是找救兵去了。范妮，你是当我不存在吗？尼古拉斯，我不是来和你打架的，我要带走你面前的男人。若是不让呢？那便战。一人一种就这么对峙，距离惊天大战似乎还差那么一丝契机，但李凡意识到两人似乎都不愿意先动手，这可是个刷评分的好机会。嘿，为了上帝，为了教皇，李凡举着火把就冲上去，照着尼古拉斯就凿了2下。切，渺小的人类！第2章金丝蓝堡，你成功带着家人逃到了金丝蓝堡，你因为被瘟疫丧尸走上了捷径，成了他的得力干将，此举提升了评分。你成为了一名出色的绝境武士，此举提升了评分。你给了孩子们一个完美的童年，此举提升了评分。你面对强大的异种依旧有一往无前的勇气，此举提升了评分。评价忠诚，章节评价7.5，本书评分3.8，该评分无法完结，请作者重新书写，请加点。全部加在原力上。体质需超过100才能在原力上加点。那就体质加40点。您的体质发生了非同一般的变化，内力加20，原力加12，解锁体质类相关异能。传承类，母凭子贵，你的体质不但会让后代强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反哺后代的母体。提示：内力达到30将解锁异能。那就再加2点魅力。解锁魅力相关异能，情绪类，心灵共鸣。每一次你可以与一位女性建立深刻的心灵连结，大幅提升彼此的好感与默契。当连结达到顶峰时，你可以发动一次强大的协同攻击。剩下的点数全加原力上。因素组是双异能拥有者李01、李02，从出生开始便拥有原力。李凡睁开眼，又回到了金丝蓝堡。他不打算再走上一世的路，他已经有了足以改变一切的实力。李凡，这边你走错方向了，我有些事情，你们先过去。西利亚是不是偷摸给这小子好处了？不行，我才是伯爵最受宠的部下，我跟你一起，现在就你我兄弟相依为命了，可不能抛弃我。什么人？西利亚大人交给我一封信，让我交给这里的伯爵。西利亚，这女人找了个男人过来干嘛？信给我，你们回去等着，我自会交给伯爵大人。西利亚大人交代过，信件需要亲自交给伯爵大人。你们只是雾脊镇的逃兵而已，也敢这么跟我说话？滚回你的难民营去！李凡，信件给他就是了。今时不同往日了，咱好汉不知眼前亏。信我只能交给伯爵大人。这里是金丝蓝堡，这里的规矩是我定的，给或者死。大胆！你给我松开！信件不能给你，带我去见伯爵大人。阿斯蒂加。哇塞，健康，太健康了！你是李凡，来自雾脊镇。西利亚大人让我来送信给伯爵大人。哇，你可知西利亚让你来干什么？你也有西利亚的信吗？没有，我和李凡是兄弟，陪他来一趟。次男爵，带他下去，好好款待。多谢伯爵大人。你知道在废土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吗？干净的水和食物。是希望，健康的、不受污染的、能孕育下一代的生命之源。你就是活的希望。我懂。你好像一点都不意外。西利亚大人派我来，无非看中我2点：一，实力强，但伯爵大人能把金丝蓝堡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这方面自然不需要我；二，身体好，虽然没看过信，但大致也猜出来了。西利亚的眼光果然毒辣，我对你很满意。承蒙伯爵大人不嫌弃。回去食补，3天后来见我，阿斯蒂加会安排好一切。伯爵大人，我想并不需要，我相信我的实力。这是规矩，这确实是规矩。心灵共鸣。李凡不愿浪费时间，立刻使用异能在温妮的心灵里种下了种子。等等，阿斯蒂加，你退下吧。伯爵大人，退下。 2000 years later， 从今天开始，你和李凡一起统帅绝境小队，你是1队长，李凡是2队长。伯爵大人，绝境小队可是城镇里最强大的队伍，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怎么能交给一个小白脸？就这么定了，退下吧。不管你在打什么主意，我都会盯着你的。那以后请阿斯蒂加队长多多关照了。老板，再来10杯。怎么了？伯爵大人又给你气受了吗？不是伯爵大人，那是谁？在金丝蓝堡还有人敢给阿斯蒂加大人气受？李凡，
伯爵大人已经下令，李凡会和我一起统帅绝境小队。啥？是那个在伯爵府待了7天的李凡吗？这小白脸爬得也太快了。他还对我出手了。那小子敢对队长动手，老子现在就去把他胳膊卸了。我也去教训他。算了，你们打不过他，伯爵大人亲自试过，他的实力深不可测。能不强吗？7天啊！可恶的小白脸，又给队长气受，早晚教训他。唉，又健康，原力又强大，可能走到哪里都受欢迎吧。队长你放心，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他不会在绝境小队有立足之地。从今天开始，李凡和我们一起执行任务，我是1队长，他为2队长。是。既然伯爵让你当2队长，你挑选你的队员吧。我只要一个人，他。众人看李凡选了莫妮卡，都一脸玩味。要知道莫妮卡最崇拜的人就是阿斯蒂加，且野性十足，不好拿捏。别人要是归2队，可能慢慢接纳李凡，但以莫妮卡的性子，绝对不会。莫妮卡，你归李凡领导。队长，听从指挥。哼。就这样，只有2人的绝境小队形成了。队长李凡，队员莫妮卡。虽然莫妮卡时不时的找麻烦拌嘴，但李凡都包容了他，还邀请他来家里做客。一段时间后，几人前往52区猎杀蛇类变异体。在废土之上，李凡展现了超强的战斗力，还救下了教会成员，一举歼灭了教廷成员。众人回到城里，第一件事自然去落日酒馆喝酒，而李凡没有去，往家里走。李凡，你不去喝酒吗？不了，怕你别扭。最近你可不对劲，不但不和人家顶嘴了，还邀请人家喝酒，怎么心动了？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对家人、对朋友都很好。莫妮卡，你难道忘记了你的话吗？你说过我们要齐心协力，齐心协力的让金丝蓝宝变得更好。李凡不是个对金丝蓝宝有害的人，我想队长你应该放下成见，接纳他。好，我会试着和李凡相处。队长，你一定会喜欢上他的。我不会喜欢他的。嘿嘿，尝试一下嘛。队长，李凡人真的很好，对家庭、对同伴都很负责。如果你也能接纳他，我们整个小队还有伯爵大人就真的像一家人了。我也不去喝酒了，我回家了。这家伙真的这么向往家庭生活吗？难道就那么好玩？你怎么来了？想孩子们了，自己生一个啊。李凡呢？在房间呢，他在等你。等我？你难道还看不出来？李凡把你邀请到家里吃饭，让你和孩子们相处，不就是把你当成家人看了吗？大胆一点，去吧。一段时间后，莫妮卡也有了身孕，即将要成为母亲。莫妮卡也越来越幸福，欣喜每天都在增加，很快便到了吉拉德到来的那天。李凡，我要将你介绍给副教大人，你生出来的孩子全都带有原力，真是太了不起了。伯爵大人，我想我还是不要见吉拉德的好，而且咱们的孩子也不要见。为什么？能面见教会的副教大人，接受赐福洗礼，是件多么神圣的事情。唉，心灵共鸣。我有一种预感，见了会发生不好的事情，相信我。好，我答应你。这一次没有孩子出现，也没有李凡出现，吉拉德这次也只是路过，带走暗源与被救下的修女，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李凡就这样安全过了一段时间，又到了探索57区的时候。这一次与橡木镇一起探索57区，并非我的真正目的，而是我盯上了他们的圣园。伯爵大人，咱们的圣园不是好好的吗？因为我知道副教要来，所以透支了圣园，否则不会这般明亮。但是透支的代价却是会大大缩短圣园的使用时间。还真是个好大喜功的女人。你们这次主要的任务就是稳住橡木镇，给我创造窃取圣园的机会。那橡木镇的伯爵呢？圣城已经来了消息，这一次教廷的人也会参与进来。我已经和夏尔商量好了，在外面阻击教廷的异能者。原来温妮和阿斯蒂家早就知道教廷的人会去。你认为可行吗？橡木镇的人怎么办？抱歉，我考虑不了那么多。明白了，听伯爵大人的。不久之后，5人再次前往57区与橡木镇会合。只是这一次李凡有了上一世的经验，当再次遇到火把时，就把它拿了回来。在火把的庇佑下，5人安全地到达了会合点。阿斯蒂加，你们终于到了。抱歉，克劳德，我们半路遇到了好东西，晚了几分钟。哦，什么好东西？一个可以抵挡污染的火把。是这个吗？是的，是李凡发现的。哦，就是让温妮大人怀孕的那个男人吗？好健康的男人，好强大的生机。现在李凡有7个孩子，6个拥有原力，温妮大人的女儿更是拥有异能。哇，好厉害！有7个孩子就算了，还都这么强，这简直是传奇的战绩。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好了，时间紧迫，克劳德，我们出发吧。2队人出发探索57区，有了李凡的火光的笼罩，
附近的变异体就像看不见一样，并没有攻击众人。就在大家放松警惕的时候，畸变狂兵陨噬者出现了。你们先走，我殿后。你带人走，我留下来帮克劳德。那你怎么办？赶紧走，等会儿过来接我们。李凡，多一个人，多一份保障。阿斯蒂加也没想到李凡如此大意，也选择留下来。而莫妮卡带着众人快速穿过变异体大军，一起上。你们没事吧？没事，总算是解决掉了。多谢，如果不是你们留下来帮忙，我自己绝对会吃大亏。更多的机械变异体围过来了，先离开再说。众人短暂休整后，便重新向着57区深处探索。现在的变异体实力越来越强大了，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了。据说48区、17区已经达到了临界值，可能慢慢就不适合居住了。圣源会失去效果吗？圣源依旧有保护力，但外面不再适合探索时，那就只能静等。大家等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这是拟态熔岩畸变者。那是什么？为什么没听说过？我也是从温妮大人那里听说过的。眼前的拟态熔岩畸变者，他们不对任何人事物产生敌意。他们搬运石块干什么去了？不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见。走，跟上去看看。众人跟在那些岩石变异体身后，很快又遇到了第二群岩石类变异体。这是？没想到我们住的城镇竟然是这些岩石类变异体堆砌起来的。你们看，那是不是伯爵府？随着莫妮卡的手指的方向看去，其他人也都看出那是伯爵待的地方。和那些矮小的建筑相比，这里自然更大更豪华，还能看见有小1号的拟态熔岩畸变者在往里面移植树木。好不容易到了这里，如果不深入调查一下就离开，恐怕说不过去。咱们进去看看。这些小家伙还知道往伯爵府放植物，可见他们也清楚这里面住的是高人一等的人。到底是谁在命令这些岩石类变异体建造城镇？他们不但建造房子，还对我们城镇的人员构造如此了解。既然温妮大人认识这个岩石类变异体，会不会比我们知道的更多一点？伯爵大人并未向我透露什么。我更倾向温妮大人也不知道，只是和我们一样见过而已。而且这种惊世骇俗的事情也没必要说出去。什么声音？是圣源。范围太小，而且圣光的亮度、强度也不够。你们看，圣源下面有一只岩石畸变体。赞美上帝！距离工期还有2年，还剩下19成了。你们听到了吗？他竟然会说人话！我警告你们，不要对新城里的圣源动歪心思。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新区出现，都伴随着20、30座小城，也会对应出现相同数量的圣源。这玩意儿要是能取，还能轮得到你们来？请问您是？你们可以称我为阿尔菲。用你们的话来讲，混合变异体。我诞生在火山里，熔浆和岩石组成了我。这里的城都是您带领拟态熔岩畸变者建造的吗？你们不是看到了吗？没准你们现在住的房子也是我建造的。你们跪上帝，还不如跪我。阿尔菲大人，您太伟大了！不知道您和人类什么关系？为什么愿意帮助人类建造城池？别跟我玩心眼子，我可对帮助你们人类没什么兴趣，我只对金币感兴趣。金币？你的意思是有人出钱让你建造的这个城池？是啊，可不是你们人类的金币，而是一种稀有矿产。是谁让您为人类建造城池呢？这可不是你这种小角色能知道的。阿尔菲大人不会也不知道吧？哈哈，你小子有意思，我的确不知道，但这无关紧要，我只负责建造。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拿得出钱，你也会为我们建造。当然，每个人都是我的潜在客户，哪怕你们弱小的和蝼蚁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你们能进来的原因。你们不会真以为拟态熔岩畸变者不会进攻吧？我们并无恶意。我们是客户，阿尔菲大人是个买卖人，自然不会对潜在客户出手。我喜欢聪明人，或许你会成为我的客户之一。那么还请阿尔菲大人告诉我，你的工作都有哪些？我全面了解一下。建造城池、改造城池，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所有城池的初始模样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们现在站立的地方。那圣城，
别说圣城了，就是圣庭都是一步步从小城池扩建而来的。当然，那种级别的城镇我暂时改造不来，但你们的小城扩建可以找我。快看，是教会的人。不对，关于探索57区的事情已经报了教会，若是教会也派人来，应该会通知我们。哎，怎么感觉他说的是我的词啊？什么意思？我怀疑他们是教廷的人。教廷？他们又出现了吗？没时间解释了。看到那个神父没有？阿斯蒂加、克劳德，你们两个缠住他，一定小心。剩下的交给我们，然后再一起解决这个假冒的神父。此时克雷也同样发现了李凡众人，这一次他们并不像上一世那么淡定，但是为了教廷的事情，只能硬着头皮走了过来。神父，教会也派人探索57区了吗？是的，你们是哪个区的？我们是金斯兰堡屿项目镇的。哦，阿尔菲大人，我带来了金币，不知阿尔菲大人何时去帮我们改造城池？10个月。之前不是说3个月吗？你也看到了，我现在这么忙，人手有限啊。好了，你们可以回去了。叫什么灰子城是吧？我不会爽约的。你们教廷和教会的成员想打架，我管不着，但不要在我就建的城里打，寓意不好。意识到身份被识破，克雷假装一惊。什么？你们是教廷的人？克雷，你不是教廷的人吗？如果你今天死在这儿，咱们的买卖可就作废了哦。阿尔菲，我上早吧。动手！克雷，我们帮你拖住他们，你先走。你们今天谁也走不了。你们不要听阿尔菲胡说，他就是想要赖账。你们到底相信一个变异体的话，还是相信自己的同类？你们真敢动手！莫妮卡，你来收尾。此时莫妮卡和卡特已经击杀了罗莎修女，虽然不明白李凡为什么让自己来解决艾琳，但他还是照做了。你们都该死！真是一场完美的战斗，你们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人类。阿尔菲大人，克雷死了，你与他的约定还作数吗？谁给我金币，我给谁办事。但很可惜，克雷被你们杀死了，我与他的约定也就作废了。你就不怕教廷找你麻烦？你们杀了克雷，教廷该找你们麻烦才对。既然如此，克雷身上的金币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说完，李凡便从克雷身上摸出剩下的3枚金币。这玩意儿是从哪里得到的？把金币给我，我就告诉你。阿尔菲，你就是这样勒索潜在顾客的吗？就你还潜在客户？你以为深入污染严重的地区，一个来回很容易吗？那些金币是来自那些污染严重的地方吗？小子，有点小聪明，告诉你也可以，那是一个叫死亡走廊的地下遗迹，克雷就是在那里找到的金币。不过你有火把，不惧污染，给我1枚金币，我可以带你去。成交，合作愉快。不过我没说现在就去。你在逗我？认真的，等我忙完手上的事情就去找你。不过我怎么找到你？吹响它，我自会出现。见没有办法从李凡手里获得金币，阿尔菲便离开了。现在看来，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探索的了。你们怎么想？现在离开吗？离开吧，万一克雷后面还有支援，我们可能就要吃亏了。这次多亏了你，我们才多次化险为夷，有时间来项目镇，我请你吃饭。切，也不知道他是想吃饭还是想吃人。是夏尔大人。那夏尔在对付谁？夏尔大人说，发现了教廷的异能者，温妮大人邀请他一起阻击教廷的人。对了，怎么没看到温妮大人？温妮大人可能先去了别的地方。阿斯蒂加到底怎么一回事？温妮大人到底去哪儿了？克劳德，你什么意思？李凡，你告诉我，温妮大人会来帮夏尔大人的，对吗？对不起，我只能做我分内的事。什么叫分内的事情？你给我说清楚。此时众人都感觉到了不对劲，刚刚还是亲密无间的战友，现在气氛却僵住了。我们不是敌人，不是吗？克劳德，你别疑神疑鬼的。我们走。就这样，2队人分开了，众人迫不及待地向着各自的城镇赶去。
只是离开57区后，阿斯蒂家，温妮大人真的来了吗？回去再说。他没来，李凡，我不能欺骗我的战友。李凡，到底怎么回事？温妮大人没来吗？其实温妮大人去了橡木镇，不是约好了57区集合吗？去橡木镇干什么？温妮大人要夺取橡木镇的圣源，我们对不起克劳德他们。什么？阿斯蒂家，这是真的吗？温妮大人去偷橡木镇的圣源去了。对不起，我们没有选择。可是克劳德他们怎么办？那你要我怎么办？拒绝伯爵，看着金丝蓝堡的圣源一天天暗淡，看着我们的孩子像外面那些流浪者一样，在污染里咳血等死。别忘了，我们所有人都是受益者。现在都和我回去。回去的路上，众人变得安静极了，谁也没有开口。这不是你的错，你都不知情。要说错，也是我没有第一时间跟大家说明。你没有错，你不能违背温妮大人的意思，是你保护了我们所有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阿斯蒂家曾经还质疑李凡，不待见李凡，而现在看来，自己就像小丑一样。你们回来了。是的，伯爵大人，我们遇到了教廷的成员，与橡木镇的克劳德等人合力击杀了教廷成员，也看到了夏尔大人与一位异能者的战斗，只是不知道战斗结果如何。好了，先跟我去融合圣源吧。和上一世没什么区别。温妮来到教堂融合圣源，只是这次少了阿斯蒂家的赞美声。然而这一次李凡代替了他，成功了。恭喜伯爵大人，全仰赖伯爵大人的英明神武。阿斯蒂家，你是不是觉得我做的不对？阿斯蒂家，你的目的不是辅佐温妮成为废土之上最伟大的伯爵吗？他错了，你要纠正他的错误啊！温妮大人，夏尔大人在57区与教廷余孽战斗，而我们……你给我闭嘴！你在质疑我。我曾一直以为你会是我最忠诚的追随者，现在看来你也不过是个愚蠢的人。温妮大人，阿斯蒂家是最听从你命令的人，只是一时被愧疚蒙蔽了理智，请您原谅他。温妮大人，我们做的就是不对。闭嘴！真是废物，坏了我一天的好心情。两人关系果然破裂了，那么现在给他最后一击，让他彻底倒向我。别忘了队里的规矩，队长，我在落日酒馆等你。酒馆内的气氛有些压抑，显然李凡已经把教堂里的事情跟众人说了。队长，你不必自责，我们也没有怪你。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好队长。我们必须执行命令，不是吗？敬我们所有人，不管以后如何，我们都是最值得信赖的伙伴。我没醉，我还能喝。还没醉？要不是我阻止你，你都要跳脱衣舞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阿斯蒂家喝醉了，可能有点接受不了吧。是你改变了他，没有你的时候，他一直是对的，不管对错，而你的正义改变了他，你真厉害。我可不想让你在这个方面夸我厉害。听到外面的声音，阿斯蒂家被惊醒。阿斯蒂家知道外面正在发生什么。他们怎么敢的？随着脸红褪去，阿斯蒂家又想到了自己，此时他已经被温妮厌恶。哪怕没有今天的冒犯，李凡取代我的位置也是早晚的事。我该做些什么才能既维护正义，又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呢？一晃2年过去了，阿斯蒂家想的办法竟然是也生一个孩子，既保留了自己心里的正义，又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恭喜你啊，阿斯蒂家！自从阿斯蒂家怀孕后，两人的关系有点微妙了。谢谢。干什么呢？大家都是姐妹了，哪天一起训练，这是打破隔阂的最好办法。哼，我这次来是有正事跟你说，教会与教廷已经在57区分出了胜负，是教会赢下了战斗。这么说，接下来是要出现异能者了吗？是的，新的圣源出现，异能者也会井喷式的爆发，所以你们观察一下，看看有谁觉醒了异能。李凡不好了，01和02两个人突然一直在发抖。当众人来到屋里时，兄妹俩已经恢复了正常，而且一个觉醒了火异能，一个觉醒了水异能。他们两个很棒，体内储存异能的容器也比寻常异能者大很多。异能容器是什么东西？决定一个异能者的强大与否只有2个因素。第一个，异能等级不同的情况下，高等级碾压低等级；第二个，异能等级相同的情况下，谁战斗时间长，谁就有优势。所以容器越大，战斗时间就越长。不愧是我李凡的孩子，就是厉害。你们俩要时刻铭记，我们体内的异能是上帝的恩赐，不要滥用。是，伯爵大人。57区城镇的伯爵考核是教会的人举行吗？对，教会会派人来集中一个城镇，对这一次爆发出来的异能者进行考核，成功的人便可继承57区的一座城镇了。你觉得他们俩能成功吗？他们两个很棒，但2个小家伙年龄太小，经验不足，但他们可以组队一同进行考核。若是考核通过了，便可以管理城镇。其实我是不建议李01和李02参加考核的，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不好吗？
我想搏一搏，如果李01和李02成功了，我们手里就有2座城，不是吗？我想给孩子们打下一片坚实的根基。1个月后传来消息，教会考核的城镇竟然是橡木镇，这可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橡木镇发生上次的事情，他们会让我们进城吗？再怎么说也是教会举办的考核，我想夏尔大人怎么也不会公报私仇。我跟着去，到时有什么让他们冲我来就好了。别瞎想，教会的事情谁也没胆子乱来。况且我也算是对橡木镇的一些人有恩，到时一切都会顺利的。温妮大人会去吗？自从上次温妮来了这么一手之后，现在各城镇的伯爵都相互提防着，没有要紧是谁也不出自己的城镇。我保证我会安全的带回所有人。最后由李凡、莫妮卡、阿斯蒂家3人带着李01、李02前往橡木镇去考核。几人来到橡木镇，原以为会受到很大排挤，却没想到竟然遇见了熟人热情的招待。李凡，好久不见。阿斯蒂家，你这事儿怀孕了吗？不怀孕肚子怎么会大？是李凡的吗？就是他的。Oh my god， 李凡你也太厉害了。卡特，怎么样？你是不是也想生一个？去，我才不要呢。走，我带你去找地方休息。你们来这里做什么？这里不欢迎你们。我们是来参加考核的。像你们这种偷盗之辈没有资格参加。朗纳、塔尼斯，你们疯了吗？卡特，你怎么站在他们那边？难道你忘了是金斯兰堡的人偷取了我们的圣元吗？教会举办的考核不是给你们公报私仇的，况且那也是温妮所为，和李凡等人无关。怎么就无关了？难道他们不是金斯兰堡的人？既然他们敢来橡木镇，今天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夏尔大人，见过夏尔大人。异能者，真是幸运的人。欢迎你们的到来，希望你们能通过考核。多谢大人。夏尔大人，为什么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没有脑子的东西，教会的人都在看着，你们想死吗？卡特领着几人来到教堂，给2个孩子报名后，便带着李凡5人来到了一处庄园。卡特，你们橡木镇真是财大气粗，竟然准备了庄园给我们住。这是我家，我怕他们再找你们麻烦，还是住我这里安全一点。你人还怪好的嘞。李凡，怎么感觉你一点都不担心的样子？担心什么？考核啊，虽然2个孩子是异能者，但毕竟年龄还小。我相信自己的孩子，哪怕他们失败了，也是一件好事。什么好事？在我们东方有句老话，失败是成功之母。就算这次失败了，他们还有下次。时间很快来到考核的日子，李凡在卡特的带领下来到了考核现场。参见夏尔大人。你们放心，我不会因为温妮盗走了橡木镇的圣元就牵连你们，我只是顺路过来看看2个小家伙。怎么样，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这老家伙是属于笑面虎的角色，要不是教会的人在场，恐怕他又是另一番嘴脸。准备好了就去参加考核吧，期待你们取得好成绩。谢谢夏尔大人。异能测试第1项就是展示能力命中人心，对于经过温妮训练的2人都很轻松。而第2项测试则是连续不断的击打一个靶，也就是测试体内异能的容器上限。很快随着2人最后一击落下，全场寂静。之前参加考核的人中，只有2人达到了优秀的成绩，但也只是勉强80次攻击而已。而李凡的2个孩子全部达到了85次，完爆前面所有人。你的2个孩子非常出色，都是温妮大人教导的好。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比武。兄妹俩的对手也是一个攻击达到80的女人，异能更是少有的雷系。碰撞、交织、争锋，局势变化极快。年龄小终究还是吃了点亏，好几次2个小家伙差一点就被击中。妹妹，咱们消耗太快。李02立刻明白了哥哥的意思。温妮特意交代过，最后一项考试时，若是不能快速击败对手，就要专用拖延战术。因此2人快速做出改变，交替出手，以防守为主，偶尔反击。渐渐那个雷系女人开始有些吃力了，局势慢慢往这边倾斜。哇哦！温妮教的东西真的有用。这段时间为了训练2个小家伙，伯爵大人睡不着，吃的也少了，整个人都瘦了1圈了。看来回去要好好奖励一下温妮了。女人战败后，剩余考核者皆不堪一击，兄妹俩毫无悬念拿下考核第1。恭喜你们！接下来就由你们先开始选择城镇吧。谢谢夏尔大人。众所周知，最好的地方自然是中心区域，污染物少，去其他城市也方便。最糟糕的自然就是靠近严重污染、人类还无法踏足的边界城镇。我选玫瑰溪镇。
这是教会对玫瑰溪镇伯爵的任命，上面有教会的印章，你们签上字就可以正式上任了。多谢夏尔大人。不过，不要以为有了任命书就高枕无忧了。接下来，教会会对57区的37个城镇进行3个月的考核。考核？没错，这是一项新的举措，进行末位淘汰制。整个57区分布着粮食、军械、各类材料，你们需要自行探索收集。3个月后，教会进行评分，后5位直接淘汰，取消伯爵的任命。感谢夏尔大人解惑。3个月考核，没想到教会还有这一手。既来之，则安之，我们的实力可不弱。你们要离开了吗？是的，他们已经通过考核，我们便要去玫瑰溪镇了。若是有一天橡木镇支撑不下去了，你可以来我们这里。好啊。随即，一行人收拾好，便踏上了返回金斯兰堡的路程。李灵一兄妹成为伯爵的消息很快便传回了金斯兰堡，塞拉菲娜等人早早的便在伯爵府等待李凡的回归。妈妈，我们是伯爵了！哇，宝贝们真是太棒了！你难道不恭喜我们吗？我该恭喜你吗？成功了也意味着分别了。你当然要恭喜我，你是我3个孩子的母亲，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又怎样？不也要分别？分别是为了更好的团聚。温妮听着李凡有力的心跳声，所有的感情在这一刻都化作幸福的泪水，无声滑落，一遍又一遍。你走的时候把03带上吧。教会规定不允许任何人插足3个月的考核，但03是你的女儿，跟在你身边合情合理，有3个异能者帮你，我也放心。谢谢你，这是属于我丈夫的荣誉，我和女儿肯定要尽一切所能帮助你。等玫瑰溪镇稳定了，我就回来，到时候我们再生几个小宝宝。讨厌，男子的嘴，骗人的鬼。分别的时候很快就到了，温妮却并没有给众人送行，只是站在金斯兰堡的城楼上，目送他们的身影逐渐远去。他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空巢老人。妈妈别担心，爸爸会回来的。母亲大人，再见。当李凡一行人来到玫瑰溪镇，却发现小镇里竟然已经有了许多民众在迎接着他们。怎么回事？怎么会这么多人？居然比我们来的还早。应该是教会从其他即将毁灭的城镇转移过来的人吧？哪个城镇要毁灭了？不知道，反正教会就是这个说辞，也没人会怀疑。小镇人数5000多人，虽然和金斯兰堡没法比，但依旧让李凡头疼。好在有阿斯蒂加，他之前就帮温妮管理金斯兰堡，经验十足。很快，玫瑰溪镇井然有序地运转起来。我已赐封15名农场主、3名骑士，还有1位男爵。这些人个个机灵，正好替我们打理事务。那5000人里还有几百名奴隶，如今全被派去采棉花了。只要上层秩序稳定，下层自然就能安稳运转。阿斯蒂加，你怎么知道谁有能力胜任农场主的位置？呵，这世上除了傻子，谁不能当农场主？指挥人干活又不是什么难事，只要我们封谁为子爵、男爵、骑士，旁人便会对他们毕恭毕敬、言听计从。多数人都觉得这些人定是有过人之处，才配得上这些头衔。可实际上，他们和普通人根本没两样，唯一的不同不过是运气好，被我们挑中罢了。玫瑰溪镇有你的管理，已经步入正轨，我很放心。我清点了镇上的食物，只够5000人10天的用量，苏伊节食也就20天，所以我们应该尽快把人派出去，探查外面教会设置的资源点，把食物带回来。明天开始，1人1个土豆，直到第一批食物运回来。这么少吗？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防止找不到食物。每天挑一少部分人进行奖励，这样他们就会认为不是吃得少，而是自己不够努力。明天我就让有劳动力的男子组成守卫军团，让他们外出搜寻食物。那样太慢了，让他们化整为零，全都单人单骑去找。可那样也太危险了，万一没人去怎么办？先挑几个可靠的人，让他们出去晃一圈就回来，接着让其中1人站出来，说找到了大批物资，我们再用马车拉着东西出去转一圈，回来后大张旗鼓地宣扬他的功劳，赐给全城每人3个土豆，把他塑造成小镇的英雄，再封个子爵的头衔。这么一来，不用我们催，自会有人抢着出去。6啊！万一那个人拆穿我们怎么办？切，他不会，他自己都会相信自己是英雄的。第二天，阿斯蒂加很果断地按照李凡的话去做，果然想要出城探索的士兵多了起来，伤亡虽然很大，却效果显著，总有人找到物资点逃了回来。Oh my god， 李凡，你简直是天生的奴隶主！随着物资渐渐丰富，小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提升上来，大家每天都生活在喜悦之中。很快3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玫瑰溪镇通过了考核，在57区中排行第9名。没过多久，阿斯蒂加为李凡生了个女儿，也是异能者，算是了却了李凡最后一件心事。李凡也意识到这一世可能没什么加分项了，他没有选择平静地过完一生。他告别妻儿，拿出来阿尔菲留给他的号角，召唤出了拟态熔岩畸变者，乘坐他踏入了黑暗。不知道走了多久，拟态熔岩畸变者便将李凡放了下来。什么情况？第一次来吗？是，我叫塔莉。李凡。剩下2人分别叫金克和杰夫。经过交谈，知道他们都是来找阿尔菲的。
你为什么来这里？我的伯爵为我生了一个儿子，2个女儿。我靠，你倒是不一般，真是让人感动。为了妻儿可以冒这么大的险。你呢？是为了什么来的？我作为绝境武士，喜欢上了一个普通人，还生下了孩子。伯爵以此为要挟，让我来到这里，把金币带回去。那你们知道怎么获得金币吗？我们是第一次来，我来过一次。我们需要进入一个名为死亡走廊的地方，获取金币。这次来的人不少呢，看来我能大赚一笔了。阿尔菲大人，阿尔菲虽然要比你太熔岩畸变者小很多，但没人敢小瞧他，尤其是他手里的那把铸造圣元的锤子，看上去就是一把利器。既然人齐了，那咱们就走吧。欢迎来到地下城与勇士。地下城与勇士，没错，选择地下城便到下面挖金，选择勇士便到上面打擂台，赢了就有金币。我没上去过，但从没见人下来过。反正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去地下城。众人一听金克的话，全部选了地下城。你这样选可赚不了多少金币。阿尔菲大人，这一点我想不用你担心。赚金币那自然要从危险最低的地方选，万一去打擂台，一下子被打死了可不好。好吧，好吧。枯骨大人，这4个人选择地下城。阿尔菲，这样你可赚不到钱。没办法，来找我的不是什么厉害的人。多谢枯骨大人。他就这么走了吗？我们该怎么回去？阿尔菲还会再来的，不过回城需要1金。回去要钱吗？要是遇不上阿尔菲呢？那就和其他有手段的人离开，反正都是1金。李凡有种又被卖了的感觉。上一次是奥利弗，而这一次是阿尔菲。进入地下城吧。我们要在这挖矿，挖出金就是我们的目标。说完，金克便带着众人去领了矿产和竹筐。在这里还要小心其他人，一旦出金了，恶意抢夺，甚至是杀人都是时有的事。我们是组队还是分开？当然是组队了。好，我也是这样想的，只有组队才能在这里活下去。所以，我们一起挖金，出金了就平分。有人对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打主意，我们就一致对外。随后，金克便带着众人找到个人少的地方，便开始挖矿。没挖一会，金克便挖出了第1块金，而李凡跟在后面也挖了一块不大的金出来。大家挖矿的气氛一下热烈起来。可接下来运气就不那么好了，众人没有再出1块金。大家先休息一下吧。没有收获，每个人的情绪都变得压抑起来。尤其是当听说距离他们不远的矿洞出了大金之后，更是眼睛都有些发红。随后，金克也带着大家换了好几个矿洞，也依旧一无所获。我就提议远点走，你偏要在这个矿洞干。现在好了，什么都没挖着吧？就你那手，给你块金子，你能拿得了吗？金克，你什么意思？杰夫，现在开始你被逐出队伍了，你一只手干活严重耽误了进程。这不是你说的算的。好，我离开，咱们走着瞧。就在这时，前方矿洞突然发生了骚乱。走去看看。当李凡几人赶到时，已经有5、6个人在抢夺金块。金克却没有贸然加入，而是把李凡几人拉到一旁，等待时机。这金块怎么换成金币？把金块交给那些变异体就好，他们会给你金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了抢夺金块的队伍里，场面越发混乱。咱们上。护送我去换金币，只要换成金币，一切好说。不要信他的，他去换金币，金币就是他的，到时候他不给你们，你们也没办法。别听他瞎说，我们是 team。塔利一时间分不清谁说的真，谁说的假，便退出了争夺。而李凡更是管都没管。妈的，李凡，你被开除了。好的。接下来的几天，李凡没有在挖矿，而是在矿洞里到处逛，把几号矿洞产多大金块给记了下来。随后便找到混合变异体。我想去上边。1金币。这个值多少？1金币。好的，我离开。你赚够了金币吗？没有，我要上去当勇者。你还是第一个在地下城赚不到金跑上面的人。去吧。我来当勇士。带上他，你就是勇士了。留在这里的条件是每周至少胜3场，初级场每胜1场获得1枚金币，连续不退出，胜利5场可入终极场。新人第1天连续获胜，奖励翻倍，也就是2个金币。我知道了，谢谢。李凡来到决斗场，找一处角落，安静地当起了观众。很快他就发现一件事，那就是明明都是绝境勇士，可2人却只肉搏没有动用元力。果然无法调用元力，也就是说只能比拼肉体力量。随后李凡不再等待，直接找到女人报了名。你需要组武器吗？这里可以购买武器，死了不要交租金，
赢了只要1枚金币。我打赢后，失败者的武器会归我吗？失败者的一切都归你。那就不租了。今天我们来了一位新人哦，众所周知，新人的赔率都很高的，让我们为这位新人欢呼吧。观众席呼声确实很高，但没一个人看好他。一个新人还没有武器，那不是白给吗？我要赌他胜。你确定吗？李凡可是生出来很多十分健康的孩子，也意味着身体很好。而这里的擂台战比拼的就是身体素质。确定。小子，你是来送人头的吗？你废话怎么那么多？吃我一拳！小子，有点本事。只有一点吗？给爷死！哇哦！赢了，足足赚了7枚金币。原本今天他5枚金币输的只剩下1枚了，现在不光回本，还挣了2枚。果然能生孩子的男人就是强。你接下来还压这个新人吗？梭哈是一种智慧。我继续梭哈。这一场的对手是个女人，只比刚刚的壮汉强那么一点。李凡没有太多花哨，利用速度一肘便解决了对手，轻松获胜。新人王，新人王。第3场，这一次庄家派出的是号称新人杀手的罗斯，实力在初级场顶尖。还是压李凡。年轻人，你的运气很不好，如果没遇到我，你还真的有机会第1天就能进入终极场。你们废话都这么多吗？不打就认输。小子，你找死！骚话这么多，就这。这小子又赢了，初级场已经困不住他了，那也没必要开盘了。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李凡，你太棒了，我的眼光果然没错。旺卡，你不是修女吗？怎么在这里？我来这里是为教会完成一项物资筹集任务的。这次任务需要筹集20枚金币，你的胜利为我赢得了重要的一笔，真的谢谢你。阿尔菲说过，圣城也是从一个小城镇不断改造而来的，如此浩大的工程必然耗资巨大，而这些钱无一不是底层百姓在供养教会。如果你需要更多，可以继续支持我。我想初级赛段没有我的对手。可惜这里的规定是7天内必须打上3场，我必须要在后天离开。那明天我就打满5场，帮你多筹集一些。谢谢你，你是我见过最棒的男人，一定能继续赢下去的。对了，你还没地方住吧？去我的住处。索菲亚修女今天离开了，正好空出1张床。随后李凡跟着旺卡回了住处，里面的布置也很简单，2张床，还有一些简单的家具。这里比较简陋，让你受委屈了。别这么说，是我应该谢谢你，给我找了个住的地方。人多的时候，旺卡还没有感觉出来，只剩下2个人独处时，这气氛让旺卡脸上有些微烫。时间不早了，你早些休息吧。2人一左一右各自躺下，但没多久，旺卡蹑手蹑脚地爬了起来，来到李凡床前。李凡，李凡，如果是温妮·玛格丽娜，可能会趁机偷袭我。这旺卡想干什么？本分的外表下藏着野兽吗？修女旺卡今天参与了决斗场的竞猜，心有不安，请宽恕我的浮躁。这教会真的无敌了，不但控制教徒来帮他们赚取金币，还教化教徒，这是一种罪孽。修女旺卡今日2次拥抱男子身，第1次无心，第2次也未能恪守静默之礼，旺卡有罪，请宽恕我的浮躁。接下来的罪都和李凡有关。不知过了多久，旺卡结束了自我鞭笞，他起身重新躺到床上。信仰就是不断压制自己的欲望，而欲望一旦被勾起来，恐怕就像洪水决堤一样恐怖。第2天一早，李凡2人便来到决斗场。今天李凡要打满5场进入终极决斗场。你过来呀！第1场轻松获胜，第2场结果毫无意外，第3场胜利，第4场胜利，全场气氛已经癫狂，只要李凡再胜1场就能晋级终极场。然而最后1场，李凡却遇到了对手。年轻人，你很强，你也不弱。2人这一战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终于老者体力不支露出破绽。你输了。却是在说话的同时，老者双手化拳为掌，如雷霆一般劈在李凡胸膛。第1章戊己阵已完结，第2章金丝蓝宝章节评价9.1已完结，第3章玫瑰西阵，你帮助孩子们稳定了玫瑰西阵，此举提升评分，章节评分0.8，本书评分3.5，该评分无法完结，请作者重新书写。50点原力已经是第1梯队了，接下来的目标是地下城和勇士，那么体质这一块一定是重中之重。系统梭哈体质，当前体质突破了
詹姆斯点，您的体质突破人类第1道枷锁，现在拥有人类最完美的外形，身体各项素质大幅提升。恭喜宿主魅力加30，原力加20。您的孩子出生便拥有异能，后天异能爆发成功，突破了2级。您的家人体质得到了超强改善，拥有了原力，并且异能提升。全家一起升级，还打开了人类第1道枷锁。还有谁？重新来过，李凡仗着上一世获得的情报，带着队伍将57区附近大的物资点统统带回了玫瑰溪镇。他对城镇的管理也不再似上一世那样，而是让每一个人吃饱了饭。以我现在的实力，还需要稳健一点。这一世，我要以玫瑰溪为基础，与教会、教廷3分天下。